林小狗一行人历经种种，终于到达魔狮教总部。可当真的接近魔狮教时，却没有贸然进去，而是在附近找了一处高地，远远的观察了起来。这一看还真吓了一跳，竟不想在这深山密林中，魔狮教竟然建起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城邦。这不禁让小狗和大刚感叹魔狮教的可怕。把大体的情况摸清后，两人便也不再多做停留。这时晨不早了，再不上路，怕是把花家哥俩得急死。花家兄弟早就等急了，但确实是另有想法。花鹿这抱怨的话还没说完，便听到背后响起了小狗的声音。小狗明白花山这话也是有些抱怨的意思，他也不多做解释，催促着两人做好进城的准备。几人也不再多说，收拾妥当后，便向魔狮教总部进发。所剩的路程不足2里，众人很快便到。远远的就看见3个守卫，一个身着笔挺西装的人站在中间。等这人与花山一搭上话，陈小狗才明白为什么花山说进门是他最不担心的一个环节。言语间，小狗听出这人与花山关系非同一般，果然并没有特别的盘查。一行人浩浩荡荡的进了寨门，这一脚也就正式踏进了鬼门关。能不能再出来，那可就是个生死两茫茫的未知数了。一进城寨，小狗就发现有许多感染者在从事什么工事的建设，这些人毫无神智，小狗一时也看不出他们要干什么。又往里走了一段，男女感染者分成了2队，分开走了。花鹿把每个感染者头上的纸符撕下，有一个死人脸像的老头接了手，算是完成了交接。那老头打了几个手势，从口中吐出一连串奇怪的声音后，那些感染者似乎听到号令一般，纷纷动了起来。小狗这才想起湘西有一种法师，据传能说鬼语，专门用这只有死人才能听懂的语言来控尸做事。两人也听不懂，只好跟随着来到一处繁忙的工地。可这么下去毕竟不是办法，两人走到距看守稍远的地方，不显山不露水，又向着一处原木的堆砌方向走去。好在工地上人员繁忙，并未引起看守的注意。见没人了，两人这才放下原木，仔细观察了起来。两人看了半天也瞧不出那魔狮教到底是想干什么。正在这时，头顶突然响起一声鸦鸣，抬头一看，瞭望塔上的看守不知何时已被击晕，动手的正是乌翅凤凰。此时他双翅一展，向空中飞去。小狗招呼着大刚紧随着也向那个方向跑去。跑了一会，两人来到一处破败的残垣断壁的废墟中，七扭八拐的也没遇见人。两人跑动的速度也快了起来，又跑了几步，乌翅凤凰在一处小院前停了下来。两人也跟着一头钻进了那破败的小院。刚跑进去，便见到了在此处等候多时的花家兄弟。脱离了干苦力的营生，小狗刚想调侃几句，却见花鹿招呼着两人向这屋子的后院走去。穿过屋子，花鹿把两人带到一处明显收拾过的小院。经花山一说，才知道魔狮教中本就这么一片古迹。早期那些核心教众来到这里，曾修缮了一些用来居住，可随着新建的建筑越来越多，这里基本就没人住了。花家兄弟曾在这里住过，也正因此发现了一些秘密。说着，花鹿跑到锅灶前，掀起一个大铁锅，便把手伸了进去，在锅口灶膛捣鼓了半天，弄得小狗是一阵懵。正想细问小狗，就听到咔的一声击块声响，接着底下的石板一开，露出了一个黑漆漆的大洞，洞中有微微的凉风吹拂，想来是下面的空间巨大。小狗的话花鹿并未答复，而是当先跳下了锅口。很快几人也鱼贯而入，全都钻了下去。下到洞底，一个石头垒成的通道便呈现在眼前。据着哥俩说，刚发现时他们也曾进去探查过，这是一处隧道直通外城，不知是什么人修建逃生用的。听到这，小狗便萌生了一个想法，从这里把感染者救出去。而此时花山也郑重地问起了小狗具体的计划。说实话，怎么救人怎么逃出去，小狗还真没想好。于是几人就眼前的状况一起商量了起来。白天魔狮教十分安静，只有巡逻之人偶尔在走动，可一到了太阳下山，便又忙碌了起来。小狗和大刚此时换好守卫服装，也出了门。两人想的是多探查一些情况，好为之后的行动做准备。不知不觉，两人走进了外墙西侧一处高大的围墙边。这里的守卫明显严一些。小狗装模作样的和大刚聊着天，那从容淡定的样子加上一身装束，倒真没人阻拦。可一进了高墙，城中繁忙的景象又一次让小狗好奇起来，这魔狮教主到底在修建什么，而他的目的又是什么？两人正边走边观察，就在这时，头顶突然传来了一声惊叫。原来有换班之人发现了那瞭望塔上被打昏的守卫，叫声不仅惊动了小狗，也惊动了那死人脸老头。那老头连忙回头对一个手下发了号令，让他快去报告。那人刚转过身，就见一个巨汉骑着一匹黑马狂奔过来。接下来那大汉一声高叫，可真让小狗惊出一身冷汗。那巨汉手一指，直接点出了小狗两人奸细的身份。这家伙是生吃过人肉的魔狮教外城首领。此时他一眼就看出了小狗和大刚的奸细身份。不等两人做出什么反应，那食人魔就向手下下达了命令。若说凭两人的身手冲出去逃掉还是能做到的，可就在这时，小狗好像一下发现了什么，把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的大刚又拦了下来。这变化弄得大刚一时也摸不清状况，只能随着他们。两人老是配合这些守卫，也没费什么力气，很快就将两人押到了那食人魔所说的大营。在这里，两人又见到了那死人脸像的老头。这食人魔显然是着外城的头，而且十分有威严。一通训话后，把死人脸和守卫头领撵了出去，又对上了小狗和大刚。不过面对这样一个活阎王，小狗倒也不在乎，走到桌前坐下，还给自己倒了碗酒，而且张口就叫老大。可能让他叫老大的只有黑狐。那食人魔脸色一沉，似乎不明白小狗在说什么。小狗一点大刚才注意到屋里竟然还有两人，竟是那矮人魔父子。突然那食人魔哈哈一
一笑，冒出浓重的东北口音，不是黑狐又是谁？原来黑狐军团上了矮人魔感的那对感染者的身，比小狗早一天回了魔师教，正碰上这食人魔，黑狐上去就把他的魂魄打散，替换了身份。不过虽然有了身份优势，但这一天也没掌握什么有用的信息，就像他说的，以自己神阶的能力都无法感知那教主的实力。黑狐这一句话让陈小狗也有些心惊，能让黑狐都如此记得这魔师教主到底有多强。这时黑狐把两人招呼到了窗边，瞅着不远处说了起来。黑狐示意的是内城中间一处高大震撼的建筑，没猜错的话，那应该就是魔师教的绝对核心之处。黑狐也知道自己太强，若是靠近也会被发现，所以一直没敢靠近，自然也就无法得知内城的情况。不过小狗说的对，仙家山人已然进入到了这里，对决指定是难免的，再去想什么也没用了。而决战之前必须要把这些感染者救出去。在黑狐的安排下，小狗被矮人魔领到了一处院落前，这正是那食人魔的住宅。黑狐不用睡觉就便宜小狗了，接连1个多月没睡过床了，这让小狗十分的兴奋。收拾好了铺盖，小狗把今晚两人的行动稍做了安排。大刚因为又不能跟小狗一起行动，稍微有些担心，不过也知道小狗有自己的打算，只能抱怨2句就作罢。咱们话不多说，转眼间就来到了晚上。乌赤凤凰先把几个高处的瞭望哨给解决掉了。城墙边2个魔师教的守卫因为这几天不太平，正警惕地环顾四周，却突然见面前有一狮队行走，提着手电往前一看，两人立马警觉了起来。光线一照，就见狮队手中拿着什么瞄向了2人。原来这狮队正是部分黑狐军团和花鹿大刚组成的。还没等这2个守卫反应过来，便遭到了袭击。瞬间那西瓜大小的石头如雨点般砸了下来，2个守卫很快就被砸晕，可刚倒下突然却又站了起来。不用说，瞧那状态也知道是被黑狐军团上了身。刚把这2个解决掉，从狮队后面又走过来2个，这2人8成是听到动静过来查看情况的。也不等2人盘问，花鹿擅长的腿功就使了出来，一腿踢倒了一个，反身一个鞭腿又撂倒了另一个，放倒了2个守卫。花鹿就让黑狐军团的人赶快附身，而大半夜的闹出这些动静，难免会被人察觉，但很快就会被黑狐军团解决掉，再混入其中。总之刚过午夜，这外城的守卫便被换掉了大半，放下黑狐军团的狩猎。再说小狗和乌赤凤凰这2人一起深入了内城，来探查魔师教总部，一路上小心翼翼。此时已然接近魔师教总部的大门，这里有2个守卫把守，对付他们倒是不难，难的是一点声音也不发出，不会惊动里面的人。果然这里的守卫更加警惕，老远就制止小狗再靠近。此时小狗说了一个离奇的理由来分散2人的注意力，别说还真有1人上了当，可这大半夜的哪来的飞碟？就在这时，小狗果断出了手，当先干掉了1个，另一个刚想叫又被陈小狗一句话给唬住了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小狗一拳正砸到那家伙的鼻梁上，紧接着小狗一脚又踢了上来，瞬间解决掉了他。解决掉2人，小狗刚想向乌赤凤凰显摆一下，就听到乌赤凤凰的提醒。果然很快小狗就听到了脚步声，不过这家伙依然不用乌赤凤凰出手，只是让他配合一下。再说门洞中走出来的2个守卫，刚一出门便是一愣，守卫都是2两一组，可这里怎么有3个，而且还全都躺在了地上。四下一看也没见到什么入侵者，2人刚想回去报告，突然听到脑后一声怪叫，回头一看竟是一只大乌鸦在2人面前飞过。2人正有些纳闷，身后小狗已然悄无声息站了起来，紧接着便是狠狠2拳砸到了他们的鼻梁上，可上面刚一吃疼，下面又是2腿袭来，这2人哪受得了，顿时就昏死了过去。解决了他们，2人便要真正走进魔师教去探求秘密了。小狗和乌赤凤凰夜探魔师教总部，说来简单，实则是凶险异常，皆因这魔师教总部绝对是戒备森严。此时大殿屋顶一个红眼人头目正巡视着岗哨，而这里的2个守卫状态明显是有些松懈。这红眼人也不恼，顺着那守卫的话接了下去。可这话说着说着，那守卫脸上就有些挂不住，2句话声音不高，却让2个守卫都冒出一身冷汗。他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白，2名守卫哪敢不听。巡查完了房顶，红眼人又打算去大殿中转转，显然对这巡查工作十分严肃认真，但他却不知道，在他的严肃认真下，还是有人成功混了进来。待红眼人走远，暗处的小狗才蹑手蹑脚的走了出来，半蹲半爬的上了楼梯，一看整个大殿中空无一人，这才朝暗处的乌赤凤凰挥了挥手，示意他跟上。2人边走边观察，逐步向屋顶方向探索而去。就在穿过一条走廊时，小狗却把乌赤凤凰叫停了。原来小狗注意到对面有一个奇怪的建筑，那是这山顶教职群中的一个方形高楼，不知为何这高楼楼顶竟有一束白光直冲天际，建筑物中冒出白光，明显有些反常。小狗决定过去看一看。一路上躲避着守卫，2人终于进入到了那栋建筑，找了一处能向上的楼梯，2人一头就钻了进去。别看外围守卫一严，可真到了内部的核心区域，还真没见到守卫的身影。于是2人快速的凑了过去，只见这建筑的中心位置竟是一处直上直下的中空井，而那白光就是从最底层射上来的，底部还有一个黑乎乎的棺影卧在发着白光的水塘中。之前咱们讲过，那教主带人探险找到的就是这个石臼，此时浸在这水塘中也不知是何用意，而那水塘不知为何会发出强烈的白光直射天际，这一道白光像是在向着夜空发出某种信号。小狗心中一动，默默一算，再过几天便是月末之夜，难道是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？据说月末时神佛闭眼，世上的一切将脱离大道掌握。小狗猜测那魔教教主大概就在等待这一刻。2人还想细聊，突然听到背后响起了一串脚步声，原来是那红眼人到处转悠，不知怎么转到了这里，看似
不经意间却把这片区域上上下下都巡查了一遍。红眼人转身离去，倒没发现躲在屋顶的小狗和乌翅凤凰，而这也是小狗带乌翅凤凰来的原因。它可是会飞的。等那人走远，小狗决定不再看了，而是要抓紧回去。原来他记挂着外城的行动，此时还不能过早打草惊蛇。此时外城周边的守卫已被黑狐军团换掉大半，但攻势上几百个感染者还在被驱使忙碌着。正在这时，突然一个扛原木的感染者头上指符掉了下来，指符一掉，这感染者僵化的情况也严重了起来，凭生气而动，但不知为何却扑向了攻势的外围。这种事显然也不是第一回发生。只见那死人脸不紧不慢，跟着那感染者来到一处砖房外，可刚掏出指符一进门，这家伙就发觉了不对劲。黑暗中突然蹦出一人，一脚踹在他持指符的手上。这人正是率领黑狐军团开展猎杀行动的柱子。柱子一脚就踹得那死人脸失去了抵抗力，而黑狐军团的2个狐狸瞅准时机便扑了上来，一下就将那死人脸老头给摁在了地上，接着狠狠地揍了一拳后，那家伙直接昏死了过去。除掉这家伙，柱子十分满意，也逐步展开了下一步计划。1分钟后，2个路过此地的守卫便又看到了死人脸，不过这老头此时的状态看着和平时却有些不同。2个守卫虽感觉奇怪，但也不敢问，只能听他的安排。2人被死人脸老头带进屋后更加奇怪，很快他们发现屋中竟还有一大群奇怪的人影，这群人每个都手持棍棒，如饿狼扑食一般扑向了他们。很快2个守卫就被黑狐军团的人干掉了。接着柱子就吩咐手下开展下一步的猎杀行动，但他却不知被绑起来的死人脸此时已经醒了过来，而且还突然从口中发出几个奇怪的叫声。声音刚发出，柱子就听到屋顶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，没一会就见从屋顶扑下来大量的感染者，而屋外袭来的感染者也是越来越多。放下这边的柱子，再说一晚上都没登场的花山，此时的他也同样遇到了麻烦。站在他身后的人正是进魔师教大门时遇到的西装男人。听他的话茬，从进门时他就看出了问题，只是没说出来而已。被点出花山也没什么意外，直接摆明了立场。听到花山已然叛教，这人一伸手，9枚银针便出现在手中，紧接着大手一挥，银针便飞射而来。可花山也不懂，对于西装男人的质问，花山也不回答，反而安排起他接下来的工作。也不知他哪来的自信，好像断定这西服男人一定会叛教帮自己一样。不过看这2人的状态却有些怪怪的，而附身于食人魔身体的黑狐是这一切事情的主谋，但他的计划和算计真的能如愿以偿吗？这男人的红眼有着将世间万物变慢的能力。此时他发现了正往外城赶的小狗和乌翅凤凰。小狗这时也感觉到背后一股极强的杀气袭来，他刚一偏身子，一道寒光便顺着肩膀擦了下去。小狗刚躲过，便马上回头去提醒乌翅凤凰。果然一道人影已经飘至他的身后。乌翅凤凰手化羽刀反手一击，这一下速度够快，却并未碰到那人。那人速度更快，身子一扭便飘向了一旁。等他落地，乌翅凤凰已持巨镰在手，做好了应战的准备。这红眼人一只独眼束手放着红光，死死地盯上了2人。战斗是难免的了。令乌翅凤凰十分意外的是，小狗拔出黑金骨刀让他先走。乌翅凤凰心里明白，陈小狗这是在保护他，他这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。不等2人细说，那红眼人已经开始了进攻。见此情况，乌翅凤凰也不再多说，化成一只乌鸦飞走了。却不想这红眼人眼中红光一闪，反手竟射出1枚飞镖。若不是乌翅凤凰在空中灵活，这一下飞着了倒不可。不过这一下还是把小狗吓出了一身冷汗。眼看着乌翅凤凰那暴脾气就要返回来大战，小狗急忙朝他大叫了起来，他这才一扇翅膀飞走了。此时那红眼人见状，身形一动便朝小狗扑了上来。陈小狗每次在与新的敌人战斗时，大多是先被动接上几招试探对方的深浅，2人很快便站到了一起，一时间还真有些不分上下。小狗的刀法没什么套路，完全是实战中总结出来的，本以为招招出其不意很快就能搞定，却不想几次都失败了。小狗心中不免着急，手中刀招也越发的快了起来，但这依然没什么用，对方都能及时接招破解。小狗心中好战的劲头也上来了，手中出招越来越快，可发现依然没用，自己越快，对方似乎越从容，刀招中便又出其不意的加了拳脚，但这仍然没用，反而被他抓住。小狗几次急躁的破绽，发起了反攻。小狗是越打越被动，不过也一直关注着对方的状态。突然他猛地挥出一刀，把对手逼退了几步。原来小狗看出红眼人的毒液，在战斗中红光宾闪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那红眼人也不隐瞒，这眼睛来自于魔师教教主所赐，有极诡异的能力，有着能把对手所有动作都变成慢动作的能力。可小狗偏不信邪，又一次以更快的速度开始了进攻。不过这次在进攻中加上了更擅长的关定锁，但不想那红眼人还是能轻松的躲过。除了有关定锁配合，小狗的刀招也更加迅猛了。2项配合的确让一般人无法抵挡，但看起来依然没用。那红眼人逐渐适应小狗的节奏后，就开始了反击。那红眼人再一次躲过了陈小狗的一击后，也抓住机会一刀向陈小狗猛劈了下来。陈小狗略感被动，只能慌忙举刀相迎，而那红眼人占尽地势，脚尖一点敲来，便有劈下第2刀。本以为这一刀会结束战斗，却不想竟看到小狗嘴角上扬，只见他手臂一收，关定锁竟然卷上了红眼人的脚腕。原来小狗刚才那一招只是虚招，就是为了分散他注意力，一下套住红眼人
然后便猛地把他向自己身前一拉，接着飞起就是一脚，正踹到那家伙的肚子上，紧接着又是一脚飞起，踹在了那红眼人的脑袋上。这一脚直接把那红眼人踹飞出去，撞到了桥栏上，一击一撞让这家伙当即就昏死了过去。小狗正发愁要不要杀了这红眼人以绝后患，突然发现他的怪眼一动，竟从他眼中冒了出来，乍一看就如一个寄生于人体上的小动物。紧接着那眼珠就以极快的速度射向了他，顿时小狗便感觉好似有无数条肉虫在脸上爬一般，小狗连忙结了个手印，把那眼球从脸上撕了下来，接着朝半空就扔了出去，同时大叫了一声夜魔，夜魔大口一张，就将这只眼睛嚼碎吞了下去。大殿中一场意外终于解决，而这一晚还未结束，外城的解救行动才是今晚的真正重点。说到外城，此时柱子带领黑狐军团也开始了混战，那被死人脸召唤出来的僵尸感染者数量众多，黑狐军团也不敢下死手，一时弄得还有些被动。见自己一方得势，那死人脸还不忘讥讽几句，其实他还真高兴的太早了。从一开始的慌乱后，黑狐军团已经渐渐的稳定住了局面。那老头臭屁的样子，柱子是越看越来气，抓起一个感染者就朝他扔了过去，身形也随之而动，冲向了那死人脸老头。这老头此时也发现场上局势发生了逆转，可发现也已经晚了。柱子动手也从不讲道理，上去一脚就将那死人脸踹得晕死了过去。施术者一晕，这群感染者控制起来也就更容易了。柱子说的没错，这一折腾果然引来了看守，不过对于能上身的仙家来说还是可以应付的。柱子趁那死人脸昏死又一次上了他的身，几句话就让那群守卫打消了心中的疑虑，把那群人应付走。柱子其实心里反而有些焦急，这一折腾浪费不少时间，接下来的行动还真得加紧步伐。这个老和尚是魔师教教主手下的大护法，此时他祭出一个大杀招攻向了柱子，面对如此恐怖的攻击，柱子能顶得住啊？不过此时平时繁忙的魔师教却显得有些冷清，瞭望塔上的看守正有些纳闷，突然听到身后一声怪响，刚想凑过去查看，突然一脚正踢到他头上，这一脚可够重的，那看守一下便失去了意识。五翅凤凰趁着夜色一个个解决掉了高空的哨将，平日里起码在外围监视的守卫此时也察觉到了异样，正待要下去查看情况，却听到身后有人召唤，回头一看，同样是一个看守来下达通知，原来是大帅召集，难道是有什么重要东西要搬运？几名看守也没多想，便跟着进了巨大的仓库，可刚进入就听到身后的大门咣当一声被关上，这原本的看守被黑狐军团上身替换了大半，此时骑兵也都被控制，整个外城都成了仙家山的天下，那还等什么？大刚和花鹿商量行动可以开始了。原来这两人身后密密麻麻的都是感染者，随着花鹿一声令下，一大队的感染者蜂拥而出，而被替换的守城门之人此时也配合着升起了城门。再说城外的守卫此时发现城门要开，顿感奇怪，于是全都围了上去，手持尖刀提高了警惕。可就在这时，他们的队长也就是那西装男却出了手。之前咱们讲过，他已决定随着花山背叛魔师教，这西装男本是花山的师弟，也十分擅长暗器，几枚飞针射去当即就撩翻了4个手下，4人刚倒下，这西装男就悄悄地离开了，而城里大批的感染者也全都涌了出来。如此多的人冲向城外的竹桥，那声势是真的不小。竹桥不算长，看似再有几分钟便会踏上对岸逃出升天，可就在这时，冲在前面的大刚突然撞到了什么东西，眼前明明没有什么，但就如有一堵墙堵着，前面的人被拦了下来，可后面的人却还不知道，还在拼命的往前挤，这一下混乱程度可想而知。也就在这时，突然冲天的爆炸声响起，竹桥的一段瞬间被炸得粉碎，炸裂的碎片让众多的感染者是吃尽了苦头，而真正危险的还是那些被炸上天的原木原主。见此情形下的那些感染者仓皇向后逃，好在他们反应迅速，倒没有几个人被砸到。正在这时，身后的城门方向传来了一个洪亮的声音，众人回头一看，从城门处黑压压来了一大片人影，尘烟散去，就见是一个和尚带着几十名看守护卫。这和尚花鹿自然是认识，是教主身边的大护法。那护法也认出了花鹿，见此情形也明白了他们的目的，顿时一股杀气一出，让花鹿不禁后背一凉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的城楼上又响起了黑虎的声音。黑虎看出是有高人在城门那设了领域机关，既然看出来了，那黑虎又怎会安排这计划呢？原来这些冲出来的感染者只是诱饵，有的就是触发机关引来追逼，掩盖他们真正的行动。而此时河道上游远远能看到一排排人影鱼贯而出，正是华山带领着真正的感染者由之前发现的密道出城。这计划真是绝了，看来还是黑虎技高一筹。说到这，大家也就都能猜到了，前面大刚和花鹿带领的感染者都是黑狐军团上的身，这些家伙别看是感染者的身体，可战力都十分恐怖，与那护法带领的追捕者战斗起来绝对不会吃亏。黑狐老大下了令，这些人早就等不及了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气势凶猛地冲向了那群守卫。一场混战在城外的竹桥上便展开了。当然在黑狐军团面前，这些普通人自是讨不到便宜。看似混乱的大战，实则魔师教一方已然处于了下风。那大护法显然并不关心那场混战，而是一抬头盯上了城楼上的黑狐和柱子，想来个擒贼先擒王。他一上来当先一脚便踢向了柱子，在他看来，柱子愣头愣脑的
的应该是好对付，可下一秒他直接傻眼了。只见柱子满脸的不屑，轻轻一拳就把那护法弄得身体失去了重心。不过这护法刚才只是轻敌，真正的实力绝不弱，而柱子却摆出一副街头小流氓打架的架势。就在他准备动手时，却有一个人趁机摸上了城楼，不知从哪冒出来一个守卫，竟搞起了偷袭。其实柱子早发现了他，翻身躲过一肘击到了那家伙后脑处，那家伙站立不稳，几步踉跄到了那护法身边。柱子知道他只是个普通人，所以并未下杀手，可那护法却不同，这一拳让那守卫顿时没了生气。紧接着那个护法祭出一个杀招攻向了柱子，柱子却一脸的不屑，还问起了黑狐的指示。面对这样的人，黑狐哪肯心软，当即就下了击杀的指令。得到指示，柱子双手一挥，便化去了那护法的攻势，架住他的手臂后，另一只手也攥成了铁拳。这绝对是黑狐教出来的招式，跟街头混混打架没区别，而这些人在这种招式面前根本就没办法抵抗。而此时黑虎的一双眼睛紧紧地盯上了城内的方向，那个在这一夜竟还能如此平静的魔石教大殿。这个男人是已经踏入神级的黑狐大仙，此时他站在城楼上，一直望着内城的方向，看那样子像是已经感觉到了有人会来。果然不多时，内城方向一股极其危险的气息传来，没一会一行人出现在了巷子尽头。还没等黑狐去细看，坐下的大马竟暴跳了起来。黑狐知道这是对方故意给自己来的一个下马威，而此时那队伍已经顺着这股杀气来到了城下。正在这时，小狗和夜魔也赶了过来，正瞧见这一幕，两人都猜到那马车中坐的应该就是魔师教教主。这时马车中传出一个语气轻佻的男人声音，听那意思，这教主已然发现食人魔被黑狐上身的事，不过很明显他对仙家山这一套十分的轻视。他说的倒没错，自他出现，黑狐骑的马就没稳下来过。那嘲讽的语气激得黑狐转头就喊了一嗓子，随着黑狐话音一落，一道巨大黑影窜出了在了城墙上。待尘烟散去，一看正是我们的老朋友妖居乌云。妖居一出场，顿时一股强大的杀气四散开来，这杀气激得城下那几匹马可就受不了了，顿时灰灰乱叫，四蹄乱踏，甩得马上的人坐立不稳。可就在这时，马车中又是一股杀气迸出，这几匹马被两股极强的杀气前后夹击，哪还受得了？顿时就有一匹马受不了，七窍喷血倒地身亡了。余下的几匹马虽然未死，但同样是七窍迸血，也不敢再待在这里了，挣脱了缰绳夺路而逃。有几匹马从小狗和夜魔身边飞驰而过，差点撞了他们。不过经这一出，让小狗也看出魔师教教主的厉害。要知道，直到此时人家可一直在马车中并未现身。这一番交锋下来，这下马威明显是没力成。黑狐压住了阵脚，又一次向那教主叫起了嚣。他这一叫嚣，城下的队伍半天没动静。过了一会，一股劲风由马车内荡出，吹起了厚厚的车帘，里面的确是那魔教教主，身边一如既往的搂着两个女子。虽然这一回合没立主威，但那教主似乎并不在意。别看此时占了上风，但黑虎的心却依然没落地。原因是以黑虎的感知力，竟无法看出这教主处于什么层次。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，这教主的实力比自己高了许多。正因看不透，所以黑虎是不会轻举妄动的。此时这教主划出了对决的道，黑虎正考虑要不要答应，突然听到那马车旁传出了一声暴喝，正是小狗以极快的速度想要行刺那教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无常鬼一般长相的人挡在了小狗面前，只见他胸前红光一闪，小狗这一刀愣是没刺进去。而此时那马车后头改前头已然原路返回了，小狗心中着急，可有无常鬼阻挡，也只能干跺脚。这一着急生气，小狗就把火气朝黑狐撒了去。黑狐也不跟他多解释，屹立城头如看戏一般。小狗无奈只好又把气撒在那拦路的无常鬼身上。仔细一看，这家伙竟与那鬼谷老妖有几分相似。这无常鬼也不隐瞒，承认与那鬼谷老妖就是一家人。说完便挥刀攻了上来，嚷嚷着要为鬼谷老妖报仇。这一锁魂勾下来，夹带着怪异无比的气劲。陈小狗稍有些轻敌，手中的刀瞬间被崩开，强大的剑力将小狗逼得退出去好远。刚稳住身形，那无常鬼铁钩一挥又扑了上来，人家是一钩接着一钩，小狗一时看不出套路，也不敢贸然出手，只能先边退边打。此时他正想拨开对方兵器来个反攻，不想那无常鬼钩中夹脚又是一腿攻来，这一脚的力道同样惊人，小狗又被逼得连连后退。小狗这一晚上又是探电又是斗红眼人，此时哪会不累，瞅准时机一刀震开了对方兵器，本想喘口气，可那无常鬼却脚尖一点，又要扑上来。小狗是真有些上火了，便想回身叫个人来帮忙，可这一看更是气坏了，这城墙上哪还有人？看出了小狗的疲态，那无常鬼更是猖狂了起来，锁魂钩一挥，一道道怪异阴邪的劲力迅猛袭来。这家伙的攻击夹带着一个个冤魂怨气形成的气团，让小狗是连连受挫，这被动挨打的滋味可太不好受了。不过看明白了对方的攻击方式，也就好办。陈小狗和黑金古刀心意相通，换起了刀力。要知道，作为神兵煞巫，驱鬼散邪可是黑金古刀的强项。待那无常鬼卷着更多的冤魂怨气攻到眼前，陈小狗与那黑金古刀也已然刀刃一体，心中默念咒语，顿时一股强大的罡气由古刀中散出，这两强相撞，顿时激得能量四散。不过明显小狗占了上风，那些冤魂怨气消失，小狗的刀锋毅然劈到了无常鬼面前。无常鬼被逼得连连后退，但听着话茬已经无心再战，果然也不理小狗的叫阵，身形一转就想要逃走。小狗
狗装的要与人拼命一般，其实也只是虚张声势。人总算是走了，陈小狗也终于可以喘口气了。可他不知道，这时一只巨大的乌鸦已经飞到了身后，还没等他这口气喘匀，就被乌翅凤凰抓到了半空。乌翅凤凰将他带至城墙外，直接就甩了下去。看这情况，黑狐是要召集众人商量对决魔狮教的大事了。这个男人是一群狐仙的大哥柱子，此时他正在训斥着他的这群小弟。听着柱子的训话，陈小狗是一脸的不屑，他此时还在为黑狐刚才抛弃他的事而不爽呢，所以这话是连击带讽的。接着又转头看向了黑狐，这老家伙坐那已经半天没动，也不知在琢磨啥。小狗这满肚子的怨气，黑狐哪能听不出来？可他也不理会小狗，一起身把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。黑狐说，真正修成尸仙尸神的，应该是那尸俑中的东西，因为这教主每隔100年就会出现一次，每次还会带走很多人，这背后不用说，肯定有一个众人还看不透的内情。其实黑狐到现在还认着还有另一个目的，他此时已踏入神界，下一步就是向神王前进。可这神王又是怎么修成的，世上没人知道。黑狐也想看看魔狮教到底要干什么，自己也算寻一条路。众人正说着，突然听到背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正是回归后许久不见的赤龙。原来赶过来的赤龙先去魔狮教探查情况了，而赤龙传达的信息更是惊人，以赤龙现在的能力，能让他都无法靠近。众人真的不得不谨慎了。信息传达完，却见黑狐一脸坏笑的凑了过去。这黑狐不知怎么想的，就要送赤龙一套衣服。等送赤龙的衣服穿上，可让大家开了眼。这一身西装上身，那可让赤龙帅出了天际。同时大家也都明白黑狐送赤龙衣服的用意，这一身装扮穿上，跟黑狐站在一起，不明摆着就是黑老大身边的贴身保镖吗？放下仙家山，一行人在说魔狮教的大殿中，此时又有2个女孩提前师姐飞升了。这魔狮教教主心满意足地打开了房门，在2名女教徒的侍奉下，更衣走向了大殿的广场。而此时在大殿的中心广场已经聚满了教徒，他们也听说了有外敌入侵。与他们的义愤填膺不同，2个只有1米高的人唱起了反调，正是那矮人魔父子。这俩都见过仙家山的厉害，此时正想拉拢自己的小势力，可他俩也不想这时候说这种话，那能服众吗？所以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。刚修理了矮人魔父子，众教徒便听到上面响起了教主的声音，接着一股强大的气场释放开来，很快偌大的广场上鸦雀无声，只听到这教主的教诲。几句话讲完，整个广场上又响起了洪亮的口号。可此时另一个气场强大的声音又将这口号压了下来，众教徒回头一看，也都被吓了一跳。只见从一处建筑后探出了一条几10米长的巨蟒，而那时身上站着的正是仙家山一行人。待巨蟒到了广场上方，几个人便跳了下来，看他们的气势足可以说明每个都不是善茬。几人慢慢的往前一站，人群顿时让开了一块空场。但被迷了心智的教徒短暂安静后，还是发出了声讨之声。黑狐没去理会那些教徒，转头看向了那魔狮教主。那教主一副悠哉的样子，还有人倒上了红酒，他持杯在手，嘴角上扬，便跟黑狐对起了话。可这话依然轻佻，好像这场对决与自己无关一样。随着那教主一杯酒下肚，身旁的几处石门打开，其中一个石门走出了一个人。等众人看清楚后，发现之前还与这人交过手，正是昨晚跟小狗在外城大战一场的无常鬼。这家伙一出场就是一道道冤魂怨气袭来，上来就打，不用说就是冲着陈小狗来的。小狗也不多说，持刀迎上，与那无常鬼站在了一起。话不多说，两人你一勾我一刀的，很快就是几10个回合。但小狗发现这家伙大概是想在教主面前表现一下，一招快死，一招攻势十分的凶猛。不过因为相互交过手，陈小狗也并不被动，仗着今天体力和精神都俱佳，没一会还真占了上风。可偏偏这时黑狐在神识中竟然出现了，他说没时间了是什么意思？还有小狗快点结束战斗。而正在这时，那无常鬼的大招已至，那团团怨气此时竟化成一个个厉鬼嘶吼而来。小狗正想着应对之法，却听到身后马蹄声响，这才明白黑狐说的帮手是妖居。他转身就朝妖居奔了过去。这一人一马如一阵旋风一般迎上了那些厉鬼。若说小狗独自面对这些厉鬼还有些吃力，可此时有了妖居的助力，他便是得心应手了，如砍瓜切菜一般，把那些厉鬼给砍了个七零八落。厉鬼一被迫，那无常鬼也遭到了反噬。此时小狗的刀锋也到了，可怜这皮家几兄弟全都折在了仙家山手中。小狗这边刚得手，就见大殿看台上出了变故。黑狐也不知想通了什么，此时竟向那教主下了手。那教主竟也不躲闪，被黑狐一掌拍在了头顶。可为什么这教主会不躲闪，还面露笑容呢？这个男人是已经踏入神王境界的魔教教主，此时他被黑狐偷袭一掌正拍在脑门上，被这一击明显是毙死了。可这教主依然信心满满。这时黑狐也有些意外，不过黑狐还是下了死手。顿时这魔狮教教主浑身燃起了烈火，而那教主临终一句月末已至，让黑狐心中顿时一凉。果然他刚死，背后的建筑中一股白光直射天空，霎时间整个天空犹如白昼一般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四下又陷入一片黑暗，只有天空中一点被白光直射。不用说天线异象必有妖，可似乎众人又做不了什么。此时
黑狐不知意识到了什么，突然从楼上跳了下来。落地后，他朝仙家山众人高喊了一声：“这谁敢不听啊！”一些人全都站到了黑狐身后。能让黑狐如此严肃对待的，一定是毁天灭地的大变故。此时那白光已然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奇怪的能量环。这能量环越降越低，最后落到了大殿的广场上。一时间，在场的所有人也看不出它有什么破坏力。可下一秒，众人便见到了它的可怕之处。他所接触到的一切，几乎一瞬间就会化成齑粉。随着它的移动，所有被毁灭的东西都会被吸入其中。可此时再说什么都晚，那能量体已经到了众人身前，而黑狐此时也将自己的能量场发挥到了极致。接下来，众人便感觉到身体犹如处在飓风中一般，那能量体扫过众人后，便又向前冲去，霎时间越变越大，几乎覆盖了整个魔师教大殿，进而把整个山坳中的一切都吞噬在了其中。可就在如此恐怖的能量体中，却出现了一个人影。那这个人影又是谁呢？咱们暂且不说，只见一切被吞噬殆尽后，这能量体才开始逐渐缩小，几乎在一瞬间，这魔师教的教制便消失不见了。山坳中又是树木繁盛，仿佛这魔师教就从未出现过。而那能量体在山坳中消失，却在另一个地方出现了，此时却变成了一个奇怪的飞日飞跃的天体，而在它的下面是一片犹如仙境般的世界。就在这时，林子中突然能量爆起，惊得野鸟四散。原来是仙家山一行人出现在了爆炸中心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仙家山众人都被惊呆了。四下一看，完全不知自己处于什么地方，众人感觉完全处于一个陌生的境遇之中。黑狐的一句话更是让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。难道大家真的都死了？可大家也都知道，这应该不太可能，八成是黑狐在给大家卖关子。其实黑狐还真不是卖关子，他也是在组织语言，想尽量给大家形容一下现在的处境。可看起来这是够复杂，一句两句是说不清了。但不管在哪，肯定会引起对手的注意，躲一躲还是必要的。众人找到一处洞穴，暂时安定了下来。处于陌生的环境，探查地形是必要的。灰当先行动了起来。可黑狐这话又是什么意思？这地方怎么会没有鼠类？灰一时也没往心里去，幻化出本体便窜了出去。小狗是真沉不住气了，盯着黑狐便询问了起来。可黑狐此时却问出了一个令人十分意外的问题：桃花源记谁会没听过？但跟这有什么联系吗？这问题一出来，所有人都愣了，不知该怎么回答。想了半天，小狗以自己初中的水平试探着回答了一下，毕竟这文章太有名，上学时也只当做猎奇故事去理解。黑狐顺着小狗的话往下说，问的小狗又是一愣，而真正震撼的却是黑狐接下来的一番话。按黑狐所说，这湘西却是武陵山脉，地形也对得上，而这神佛不管之地，陈小狗以前也听老爹讲过，若不是如此，这里也不会产生那么多有违常理的事，才会有大能之人选择在这里重建一个新世界。黑狐越说越震撼，弄得几人心底都升起一股凉意。那就是说，现在大家也见到了魔教教主所创的另一个世界。按黑狐说的，一些上古大能之人修到了一定境界，便可跳出原有的世界，修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神之领域，在这个领域内可以建立自己制定的大道循环。黑狐大概是看出了端倪，才会冒险干掉那教主。见众人明白的差不多了，黑狐又回到桃花源记的分析上。据黑狐分析，那武陵人误入的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，而那个世界便是一个大能之人创造的神域。那里的人不知在那个世界轮回了几世，依然与世间人的语言不同，所以他也无法沟通。之后出现一个能沟通的人，而这人也不是泛泛之辈。至于那武陵人后来看到的到底是真实看到的，还是人家故意让他看到的，就不得而知了。而他能进入到那神域中，是人为故意引他进入，还是他误入暂时打开与世间相通的通道，也不好说。按那武陵人回去后所说，他是原路返回的。他把这经历与当地太守一说，那太守也是求仙问道之人，可他也是按原路而去，却又找不到。这当然不是什么普通的避世之人能做到的，而是那大能之人不想被找到，关闭了通往世间的通道。关于桃花源记的分析讲完，众人也就明白了此时的处境，纷纷提出各种能出去的办法，最不济就是杀了那教主。可黑狐却并不那么认为，教主一死，恐怕这世界也没了。不过看黑狐那样子，似乎又相信事情会有转机。可这仙家山哪还有一个神会跟他里应外合呢？这是一只修行了500年的老鼠回家心，他正在魔教教主构建的新世界里探查着情况。突然他幻化出本体落了下来，似乎是有了发现。爬上去一看，一处环形山中有一巨大漩涡，不多时从漩涡中心冒出一个4-5米高的怪物。这怪物一出来，就朝着天上那奇怪的天体吼吼直叫，每一次叫声都伴随着强大的能量，可把灰惊得不轻。就在这时，那怪物好像发现了在偷偷观察的灰，这一眼盯来，顿时就让灰感觉到了强大的威压。还没等灰反应过来，那怪物就朝灰扑了过去，这可把灰吓坏，眼前要逃已经是来不及了。正当灰以为自己就要命丧这怪物之手时，才发现那怪物并未扑向自己，而是从头顶跃了过去，径直朝那天空中的奇怪天体飞了过去。这怪物为什么没杀灰呢？灰一时也想不明白。此时他也顾不得探查了，慌忙向仙家山的藏身处跑去。此时藏于洞中还在商量形势的仙家山一行人，正对构建这世界的主宰大神的目的做着猜想。这时还得是已然踏入神界的黑狐来回答。按他所说，建立这样的一个神域世界，是修炼时体内内丹化成丹海的必然结果。
过，黑狐刚踏入神阶，也正处于内丹化丹海的过渡阶段。小狗可不管黑狐怎么想的，眼下逃出去才是关键。怎么出去？黑狐这时也没给出个答案。此时他打了个哈欠，让大家先休息一下，养精蓄锐。大家也的确累了。不久后，洞内便安静了下来。正打算睡觉的小狗，却听到黑狐朝自己嘟囔了一句：“这老家伙竟让自己做个好梦。”小狗总感觉怪怪的。睡梦中的小狗突然感觉身边的温度一下降了几度，睁开眼映入视线的却是一盏飘于空中的白纸灯。当他定睛去看时，白纸灯竟一下燃起，化为了灰烬。爬起来一看，这哪里是什么山洞，分明就是鬼门关。小狗倒没有慌，知道自己是陷入了别人设好的梦境中。不多久，鬼门关中走出一人，竟是那皮家老三无常鬼。不用想也知道，这家伙的魂魄在发生变故时未散，同样被带入了这个世界。既然世界是人家主宰的，让他又出来兴风作浪，那还不简单呀？不过小狗可不想跟他在梦中纠缠，抽出黑金古刀就扑了上去。这一下又看又恨，那无常鬼身体瞬间被劈成了两半，可再一看，劈开的竟是一个纸人，这纸人身上还有自己的名字。小狗立马就明白了，纸人命灯，这不是折自己的阳寿吗？果然随着纸人燃尽，小狗感觉身体一阵的无力，很快一阵阴风袭来，小狗再也站立不住。此时阴风中那无常鬼的身影犹如鬼魅般出现了。果然这个黄泉世界是那大神专门给无常鬼设的，作为这里的阴差，勾人魂魄那还不是轻而易举。不过小狗若那么容易被勾了魂魄，不知早死多少回了。待那无常鬼到了眼前，突然几个手印结出，开始了反击。一个手印带着至阳罡气，正点到那无常鬼的胸口，把那家伙疼的是一声怪叫，连连后退。不过那无常鬼也借此又化去身形消失了。随着他的消失，小狗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密林中，虽然环境换了，但小狗知道那无常鬼就在身边，就算他不现身，一直以这种遮阳兽的方式燃烧纸符，用不了多久就能真正的弄死自己。小狗也明显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弱，但就是抓不住那家伙的身形。小狗着实有些上火，索性放弃了去找那无常鬼的行踪，一咬牙把黑金古刀往嘴上一咬，手上又结起了手印，顿时两股极强的罡气解出。罡气本该交互旋转的，可陈小狗却在刚要交互时来了个逆行，两股力量相互碰撞，顿时激起巨大的能量。这股力量被小狗拍向了地面，顿时激起无数碎石沙尘，逆道而起的力量也同样破坏了无常鬼设下的幻境，让那家伙顿时现了身。这下小狗又哪能放过机会？只等那家伙身形一现，便挥刀劈了上去。这一刀劈的可不再是幻象，而是那家伙实打实的魂魄。那无常鬼瞬间被劈成了两半，无常鬼的魂魄一散，他所示的幻境不在，小狗的身体也逐渐恢复了。也就在这时，小狗从自己的噩梦中醒了过来，一醒来就发现黑狐正站在身前看着自己刚才所经历的一切，看来黑狐是清楚的。按黑狐说的，这世界虽然是独立构建的，但此时也未脱离大道，太多规则在这里还可以用，特别是与仙家的出马沟通，这一点就成了他们的有利之处。黑狐讲完这一提醒，小狗才反应过来，其他人早就醒了，而洞中已然飘满了肉香。大刚正把一只抓回来的野鸡烤得滋滋冒油，进了魔石胶哪正经吃过东西，此时肚子早就饿了。众人正吃着洞口，突然响起了灰焦急的叫声，看他那焦急的样子，一定是有了大发现。灰的发现又会给仙家山带来什么？咱们暂且不说。再说这神域中一座高高的微峰之上，此时一个身着华服的男子正吟着几句诗词，他便是这神域的主宰吗？招来那怪物又是作何打算了？这个漂亮妩媚的女人是魔师教妖女，此时她几个手印结出，调动起一股强大的能量，紧接着口中喷出数道极寒之气，攻向了赤龙。眨眼间，那些寒气在赤龙周围结出一层厚厚的冰壳，瞬间赤龙被整个冰坨冻住，完全动弹不得。上集讲到灰打探回来，给大家讲起那个恐怖的怪物，可越说越玄乎，竟然说那怪物也有神级的水平。不仅如此，灰还说那怪物缺了一只眼一双腿，据说那教主就是得了一双怪腿，才拥有了可怕的能力。而那魔教红眼人也是因为有一双怪眼，才能洞察对手的动作。不用说，肯定与这怪物有关。半天没说话的黑狐上来就点出了那怪物的身份，正是上古大神金毛吼一流人间的尸毒本体。这不更可怕了吗？不仅那尸毒本体到了神阶，各器官分体还能赐予普通对手更强大的能力。看黑狐那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小狗不由得抱怨了一句，在他看来，这次被弄进这个神域世界，完全是因为黑狐打算摸清向神王修炼的路子。不过此时黑狐也说得对，一举一动都在人家控制之内，几人想躲也躲不了。既然这样，不如主动出击，放下仙家山人。再说这个世界的中心位置，不久前大变故也发生在了这里。变故发生时，天空突然一道强光闪过，一大群人从天上被抛了下来。正当这些人要摔到地上时，一阵奇怪的力量传来，把这群人依托平稳的给放到了地上。而这些人正是一起被吸进来的魔师教教主。此时天空之中再现异象，似在警示众人的注意。人太多，无法一一细说，单说大家熟悉的矮人魔父子，这一来显然被异象所震撼，双腿一软就跪在了地上。不多时，天空出现一个浑身充盈着大神之气的男子。那天神一般的男人一开口，众人就都明白了，魔师教的教义便是要随教主一起唤出魔师神王。此时教主被恶人所杀，却是唤醒了魔师神王。眼前的情况正和教主之前所说的一模一样，山中新世界神王将永存。看来一切皆已成真，眼前的神王将带着大家在这新世界中获得永生。
生。之前还心思动摇过的矮人魔父子，此时见此神迹，又一次改变了立场，忠心的归顺了魔师教。那魔师神王似乎十分满意眼前的一切。正在此时，那金毛后一流人间的本体也飞了过来。神王手臂轻挥，一柄长剑随之发出了耀眼的青光，再次挥臂长剑刺破天空，飞向了那怪物。只见数道剑光飞过，接着围着那怪物的身体打转，长剑厉光消散，那怪物的身体已被切成了数道残肢。那么这教主是要杀了这怪物吗？那当然不是。只见那怪物的数段残肢飞射入新世界的各个角落。此时神王向众教徒发出最后一道指令，便消失了。不多时，光团又化成那阴阳天体，一切恢复了平静。此时教众们哪还能不明白，新的世界已然搭建好了，众人只需各选住所，便可以在这里永享万福了。放下那边教徒在城寨中安排新生活步表。再说仙家山众人，黑虎让大家各自出发去探索这新世界。黑虎并未说得太明白，但大家知道他心中一定有打算。黑虎交代完，众人也不再多说，只能各凭本事选了方向，分头去探索这陌生的世界了。小狗和大刚倒没分开，临走前问起了黑虎的打算。黑虎没多说，反身走到了一处断崖上方，招呼着小狗和大刚去看。两人走过来一看，只见远处地平线上有一处孤岛，岛上似乎还有建筑，虽然较远，但一看还是看出来了，那正是魔师教的大殿。这么说来，那所谓主宰这世界的大神还真有可能在哪。这种与大神聊聊的机会，也只有黑虎可以试试了。小狗可不想去掺和，带着大刚选了一个方向就走了。众人分开，我们各自去了。先来说说赤龙，这一路倒没遇到什么阻碍，便想停下来观察一下。就在这时，他本能的感觉到有危险正由头顶上方传来，抬头一看，果然数道寒芒由头顶射来，这种攻击自然伤不了赤龙，他飞身下树躲了过去。而此时树冠上方响起一个酥麻入骨的女人声音，这女人一出现，周围的温度似乎都降至了冰点之下。此时女人并未着急动手，而是与赤龙攀谈了起来。可她这招呼打的就像送到了空气中一样，并未得到回复。女人顿时有些恼怒，手中长剑一指，又大声质问了起来。可赤龙依然没有回答，反而做出了迎战的架势。看来这女人是第一次遇到男人这么对待自己。长剑一挥，便如一道蓝色闪电般刺向了赤龙。赤龙刚闪身躲过，那女人嘴一张，一道冰锥又凌空刺来，也就是赤龙敏捷，身体在半空中一扭便躲了过去。可还不等他稳住身形，女人又是7、8个冰锥射了过来。别看攻击凌厉狠毒，但对赤龙来说还真算不上什么。他身形急闪，躲过了攻击那女人的长剑右指。赤龙跃至半空躲过后，瞅准机会一脚踢出，那女人着实不差，被动的同时又是几道冰锥射出。赤龙快速后退躲过，那女人一挺长剑又刺了过来。赤龙皱了一下眉头，也不想与那女人纠缠，见到一处半崖，转身便跳了下去。赤龙本想的是把这女人留给其他人，自己找个适合大战一场的对手，可他还真想错了，这女人哪会只有那点本事？那女人不知用了什么手段，口中喷出数道极寒之气，寒气瞬间化冰，将赤龙整个给包裹住了。难道因一时轻敌，赤龙会折在这女人手中吗？这个女人吐出的口水能瞬间化成寒冰，此时她吐出的口水化成寒冰，将赤龙冻住了。要知道赤龙本是蛇类，最是巨冷喜热，这一下难道真遇到麻烦？那当然不会。赤龙这几年奇遇不断，好东西可没少吃，所以那女人还没兴奋上一会，便听到噼啪的声响，紧接着一股巨大的能量由冰块内部迸出，震得冰屑如刀子般锋利四散。那女人连忙后退闪躲，可那女人似乎不打算给赤龙反攻的机会。此时冰冷的雾气再次凝聚，女人故技重施，又是极寒的攻击，可同样的攻击对赤龙哪还有用？只见赤龙身体周围瞬间升起一团灼热的气浪，待那寒气袭来，赤龙手上已然凝成一团炙热的火焰，一拳挥出，那满天的寒气瞬间被击得四散开来。可等寒气消散，半空中却不见了那女人的踪影。此时那女人不知不觉已经绕到了赤龙身后，接着又是数道寒气击出，这一次更加的凶猛，寒气凝结成了潮水，将赤龙死死地困在了当中。潮水袭来，包围了整个山谷，又哪有地方可躲？赤龙眨眼间被淹没到了大潮中，不见了踪影。而这潮水在极强的寒气下，几乎瞬间便凝聚成了冰。当那女人再次落到峡谷中时，谷底已然升高了数米，整个峡谷被冻成了冰谷，赤龙自然也被困在其中。放下这边被困的赤龙，另一处林子中也传出了打斗声。遇到拦路虎的是刚加入仙家山的乌赤凤凰，此时他巨脸一挥，并未伤到对手，便又摆出御敌的架势，而他的对手却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生人师。这种人物之前乌赤凤凰倒是和小狗对付过一个，有了经验，乌赤凤凰自是不怕，便做好了迎战的准备，却不想这具生人师比之前的更加恐怖。此时右臂一身衣服爆开，露出了一只怪兽的利爪。乌赤凤凰目光一冷，难道这就是回说的神级怪物手臂？也不等他想明白，那生人师竟化作一道残影消失了。等再看到他时，已经到了面前，凌空一爪就拍了下来。乌赤凤凰不敢怠慢，身体慌忙后跃躲开。还不等乌赤凤凰身形落地站稳，那巨汉生人师已然又一次攻到了面前。光这速度一般人就招架不住，更何况还有凌厉的攻击。不过乌赤凤凰速度也不弱，身形一闪躲了过去，然后飘到了生人师身后，不由分说巨镰便砍了下来。按说以这家伙的速度完全可以躲开，可他并没躲。乌赤凤凰
皇很快就知道这生人是不躲的原因，这一击仅仅是划破了他的衣服，连点皮肉都没蹭到。而此时那生人是一声怪叫，又扑向了乌翅凤凰，一个勇猛，一个灵巧，这两人一时间也难分高下。正在这时，乌翅凤凰神识中出现了小狗的身影，原来小狗一直在监控全局，一看乌翅凤凰的处境，便把他和赤龙的战场做了个调配。乌翅凤凰本不愿意，但一想还是以大局为重，便现出本体向赤龙那边飞去。那生人是自然没打算放过乌翅凤凰，看着他飞走的方向，便紧跟着追了上去。这一鸟一时在林子相互追赶，咱先不说，转过头再说小狗和大刚两人在林中溜达着，此时已然走到了一条林中大河的面前，河水清澈却不见底，谁知道有多深，水下又有什么东西。陈小狗不打算涉险，招呼着大刚顺河而上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过河之处。可他俩没注意到身后的河水已然起了变化，两人正往前走，一道水龙袭来，将大刚卷走了。没等小狗反应过来，大刚就已经被卷进了水中。大刚遇险，小狗哪还有时间多想，连忙抽出无金骨刀往口中一叼，就扑通一声跳入了水中。等一入水，小狗才发现下面简直是深不见底，能感觉到一道激流直直向下，不用说正是卷走大刚的水柱。小狗也来不及多想，便朝着水柱方向游去。可此时突然一道水柱席卷而来，显然是想拦住小狗。小狗心中焦急，也来不及多想，迎着水柱便是一刀。这一刀虽在水下也够猛的，水柱霎时间被劈散，露出一个绿色人影。小狗刚看清那人，就投出一剑暗器。小狗也没看清是什么东西，快速的举刀一挡，倒也没受伤。这时小狗才发现那不知是什么怪物，还长着鱼鳃。小狗此时最焦急的是去救大刚，当胸便又是一刀。可那东西在水中十分灵活，根本不易劈到，反而趁陈小狗进攻之际多次反击，每次都是操控数道水柱，把小狗冲击的稳不住身体。小狗明显处于劣势，而那怪东西抓住机会，身体急速旋转，形成一道巨型水龙直刺小狗。小狗看出水龙只是障眼法，那怪东西也借机绕到他身后。小狗连忙挥出一刀，逼得那怪东西连连后退，却不想那东西速度极快，身形一转又绕到了身后，带钩的利爪迅猛地抓了过来。小狗连忙仰头躲过，而那怪东西又化爪为拳，猛地又击向了小狗的胸口。小狗反应也够快，一把抓住了那东西的手腕，不想那怪东西浑身滑不溜秋的，根本抓不住，猛地就挣脱开了，一下就躲出去了好远。小狗这时是真急了，大刚入水已经快2分钟了。就在这时，一条水龙从河底窜出，直直攻向了那怪东西。但在这里怎么还会有人来水下解救小狗呢？这个人形怪物是一条修炼成精的泥鳅。此时他和陈小狗在水下正对峙着，突然一个巨大黑影窜出，直直的攻向了泥鳅精。这黑影可太厉害了，冲击的那泥鳅精一直出了水面，直到出了水面才看到来人正是仙家山的熬夜。但是熬夜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既然他也来了，与这有出马契约的小狗又怎么一直没感觉到？此时小狗来不及想这些，他最惦记的是大刚，一头扎进河底搜寻了一会，看到了一艘沉船，这应该是那家伙的老巢。心急的小狗一头就钻了进去，一进来看见大刚果然在这里，他头上还套着一个气泡，这8成是熬夜做的保护。此时大刚深陷昏迷，小狗来不及多想，驾着大刚先向河面上游去。途中小狗还瞧见熬夜正与那泥鳅精大战，以熬夜的能力，小狗当然不担心，驾着大刚先出了水面，后面的大战还在继续，水中肯定是不安全的，小狗只能拖着大刚先找地方上岸。好在岸边不算远，小狗本想着拖上去时不时找块大石控下水，但大刚脑袋一磕到岸时，竟然的一声醒了过来。这时陈小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。大刚醒了，小狗又开始关心起水下的战况。此时那泥鳅精又一次被熬夜一尾巴拍了出来，小狗没敢太靠近，一头扎在水下暗中观察，想的是找个机会偷偷给那泥鳅精来上一刀。但看来他还真想多了，别看跟小狗战斗时攻击力惊人，可那家伙在熬夜面前根本就不值得一提。对了几招，那泥鳅精又一次被熬夜顶出了水面，那东西出了水，身体在半空更是没了反抗能力。在等他发现熬夜的目的时，一切都已无力回天了。此时熬夜大嘴一张，突然向内产生了极大的吸力，那家伙连声音都没发出，就消失在了熬夜的嘴里。咱们说时迟那时快，这一出水一入水也不过几秒钟，成功解决掉了对手。熬夜终于能来解答小狗的问题了。原来之前在魔师教时，熬夜就一直在护城河等待接应，变故发生时护城河被带了进来，熬夜自然就跟着进来了。一进这世界，熬夜便感到非同一般，先暗中观察了起来，神识中感应到小狗出了状况，才赶过来救下了大刚。放下这边的小狗，再说另一边的乌翅凤凰，他一边向赤龙那边赶，一边躲避着生人式的追击。此时见目的地也差不多快到了，乌翅凤凰也不再跑，现出仙体再次持巨镰在手，但那生人是满不在乎，一声怪叫后就扑了上来。他没什么招式，就是生扑硬抡，乌翅凤凰也不跟他硬碰，身形跳至半空躲过一击，手中巨镰已然高高举起，这一镰可是卯足了力气，砍得地面开裂10碎土消。但不想这一击却并未把那生人是怎样。乌翅凤凰正要再次进攻，突然见身后冒起一道白烟，那正是冰女冻住赤龙的地方。可赤龙真会被他冻住吗？那当然不是，赤龙只是想看看他的进攻能到什么程度。此时发现也就如此，身体突然发出一股炙热的红光，瞬间便融化了身边的冰层。可这还不算完，随着更多炙热的气息由冰层裂缝中冒出，巨大的冰层爆裂开来，赤龙从冰层中冒了出来。大概他是有些控制不住身体中释放出的能量，炙热的能量直直的冲向前，逼得那冰女已无立足之地。按说那冰女自然是知道自己并
并非赤龙的对手，但想必是无路可退，嘴上依然是不饶人。就在这时，小狗出现在了赤龙的神识之中。小狗讲了无翅凤凰的处境，给战场重新做了安排。赤龙当然也不想与这女人纠缠，翻身便上了崖顶。再说崖上无翅凤凰还在与那生人师大战，双方都没有讨到什么便宜。可就在这时，就见一股力量袭来，正击中那生人师的头。这力量高猛，无翅凤凰得以喘口气，回头去看，正见赤龙攻来，而他身后还跟着一个持剑的女人。就这样，两人也没商量，便互换了对手，迎了上去。那冰女冰剑一挥，直刺了上去。无翅凤凰举巨镰相迎，而赤龙则是直直的冲向了那生人师。对付这样的壮汉僵尸，赤龙自然不在话下。这一拳又快又狠，正击到那巨汉生人师的肋下。不过这家伙也够生猛，硬抗下后一拳又扫向了赤龙。赤龙闪身躲过，而手上早已凝聚起一股能量，也不等那生人师反应过来，一拳又快速的击出了。这一拳正击中那生人师胸口，顿时胸骨破裂，把那家伙直冲出去10几米远，撞到了树上。参天大树应声而断，足见那家伙承受了多大的撞击。可这家伙也确实厉害，不多时又爬了起来，而这一次爬起来，身体似乎还发生了变化。只见那生人师脸部已然完全扭曲成了怪物。突然，仰天一声长啸冲天的魔气破体而出，衣服皆被震碎，完全变成了一个怪物。这般魔化，赤龙倒是不怕，但这是可算一个不小的信息。这么看来，不管是谁接了魔吼的残肢，战斗力都会倍增。赤龙把眼前这一切在神识中传达给小狗时，那化成怪物的生人师一拳已然轰到了身前。这一击速度极快，想躲避似乎是来不及了。那赤龙能承受得住如此恐怖的攻击吗？这具僵尸马上就要发生异变了。只见他仰天一声长啸冲天的魔气破体而出，下一秒就直接变成了一个恐怖的怪物，紧接着身形一跃，凶猛的朝赤龙扑了过来。赤龙身形快速的后撤，但似乎已经来不及了。这魔化的生人师本以为这一击可以将赤龙击毙，但他可想错了，赤龙要是就那2下子就不是赤龙了。从昆仑回来后，体内的龙胆已经炼化的差不多了，此时的赤龙绝对是今非昔比。等那魔物反应过来时，赤龙已然一声不响的在他身后蓄好了能量，这一拳挥出，那魔物根本无处可躲，被拍在了胸口。接着就见他口中竟冒出了火焰，显然内脏已燃。那巨大的身体瞬间被轰了个透膛，飞了出去，力量实在太大，夹带着撞断了树木无数。待停下来时，林子竟被划出一条几10米长的深沟，而那魔物身体瞬间烧成焦炭，死了个干净。自昆仑回来后，赤龙还是第一次这样尽情的发挥。而此时无翅凤凰对战冰女看起来是落了下风，她的身体几乎被那冰女给冻住了大半。赤龙正想着要不要帮忙，可再一看，顿时又放下心来。就见那本来得意洋洋的冰女脸色突然大变，原来那大冰坨里竟然空空如也，哪有什么人影？气得那冰女一拳砸碎了冰块，朝四周叫骂了起来。原来无翅凤凰用了障眼法，此时已绕到冰女身后。那冰女明白自己被耍，射出的无数冰锥却尽数落空。而此时无翅凤凰身形一转，卷成一道黑色旋风，同时手中巨镰一挥，冰女哪还有半点躲避的机会？顿时身体被切成2半，丧生于黑色巨镰刀锋下。陈小狗一直观察着战局，此时想来也晚了。这两人压根没去理会小狗的抱怨，对视了一眼便化作2道残影消失在了树林中。此时在10几里外的林子里，小狗可气坏了。小狗本想着这么多人去探路，怎么也能抓个活口，自己再来个3堂会试，能换些那主宰大神的情况。可此时看来，这事还真得分人。小狗这时心中疑虑又起，按说真神身边的人只会更厉害，可出现的这几个，那实力却不够瞧的。小狗心里总觉得不太对劲，正想着，小狗身子突然一震，一下跳了起来。原来是小狗感应到灰那边遇到了强敌，仙家山中灰最不擅长战斗，这让小狗怎能放心？没事喜欢钻洞探查的灰，此时还真摊上大事了。眼下他正躲在一处巨石后面，小心翼翼地张望着。原来正探洞的灰突然感到一股极强的威压传来，没一会就见洞中红光闪耀，一个怪物现了身。这怪物浑身布满鳞片，头像极了龙，还生出了龙角。那怪物一出来就发现了灰的存在，灰是不敢去看，可心里也知道躲是没意的。果然那怪物一声吼叫，一阵更强的威压传来，这威压压得灰双腿一软，一下就跪倒在了地上，心里只恨自己太弱，可想站起来腿又用不上力。不过灰在仙家山这么多年，也没少经历大场面。此时他一咬牙，强逼着自己升起一团豪气。其实这东西灰听爷爷讲过，叫做魂地龙，是500年以上道行的土系修炼而成的。不就是道行比自己长点吗？又有什么可怕的？此时他用尽力气将手中捡起的石头砸了上去，不过这石头砸到魂地龙身上，连点皮都没蹭破就被弹开了。灰又哪是真要打，不过是为了争取点逃跑的时间而已。这一石头倒是把魂地龙惹恼了，一股更强的威压袭来，威压震的灰顿时扑倒在地，重重的撞到了墙壁上。也就是一瞬间，那魂地龙已然到了灰身前。就见魂地龙那强壮的巨爪高高的举起，死亡恐惧下灰又一次爆发，强撑着堪堪躲开攻击。灰在心里一遍遍的骂着自己，给自己打气，接着一咬牙掰断了一块石笋，站到了魂地龙面前，心想就算是死，至少自己也真正的战斗过。可这一石笋砸下去，似乎还是不怎么顶用，那魂地龙竟半点是没有，反而一爪抓了过来。灰的身体正在半空，此时又哪还躲得过？被魂地龙一抓，身体的骨架子都在咯咯作响。刚才鼓起的那点勇气，被魂地龙这大舌头一舔，瞬间就被舔裂。此时魂地龙巨口一张，就要结果了他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根石笋
笋袭来，接到了魂地龙的腮帮子上。灰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就听到熟悉的声音一响，回头一看才明白是小狗和大刚及时赶到救下了他。灰本想着吹两句牛皮，可想了想，八成小狗都看到了，便想商量一下三人用什么战术来解决这魂地龙。可没想到陈小狗跟自己一样的怂，也不去打，反而拉着自己就朝洞外的方向跑去。好在这家伙动作没那么快，三人总算见到了天光。出了洞，陈小狗也没打算跟那凶兽打，招呼两人向林子里跑。很快几人就消失在了林子里。三人在不足100米开外的一处巨石下停了下来，见那魂地龙没再追了，小狗这才跟灰说了起来，那东西已到了妖兽级别，可不是几人能对付的。不过既然是敌人，小狗当然也没打算放过他。一听有人对付，两人都来了精神，不知是谁会来助阵。正说着，地面又是一阵颤动，看来是帮手到了。三人爬上去一看，嘴角不自觉地扬了起来。这个长相似龙的怪物是上古妖兽魂地龙，而它的原型则是一只修炼成精的土蜥蜴。只见它一声巨吼，震得半片树林都颤了3颤。可下一秒，它的霸气就完全消失了。原来它面前突然冒出一只体型巨大的蟒蛇，这正是小狗说的帮手仙家善的大哥。召唤来大个小狗还是看到熬夜出现才想到的。不过这家伙一出来没别的，还是惦记着吃，几句话就把那个魂地龙弄得一愣一愣的。见那魂地龙不说话，等不及的大个张嘴就要吞。这魂地龙见状立马没了刚才的霸气，转头就跑。但大个此时肚子正饿着，哪会给他机会？身形快速一跃，就到了那魂地龙的身后。这时一直在后面看的小狗突然大喊了一声，这一声把等着填肚子的大个却弄得一愣，而那魂地龙却趁着这个空荡麻溜的钻进了洞，这可把大个气坏。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就这样溜走了，小狗当然有他的打算，忙着上前跟大个解释了起来。一听抓到也不能吃，大个是正眼都不想瞧小狗了，可无奈也只能气哼哼的钻进了洞。大个一进洞就放出强大的神识，在洞里搜寻着，没一会就找到了那在角落瑟瑟发抖的魂地龙。这时在洞外的灰问起了小狗这样做的打算。原来这魂地龙浑身散发着金光，可是修出兽灵的象征，按理说这魂地龙也就几百年的道行，还不够格的。大概是因为这主宰大神给了什么神器，才会由此造化。正说着，突然地面一阵颤动，紧接着一股强大的能量从洞穴中冲击出来。不多时，就见大个叼着魂地龙从洞中钻了出来。看着魂地龙那一动不动的样子，小狗是真怕大个下嘴没个轻重，把他给弄死了。看到小狗信不过自己，大个又演示了一下，表明他只是把那魂地龙给敲晕了而已。看到魂地龙没死，小狗一把拉过灰，轻声交代了起来。一听要他进到魂地龙体内去寻找兽灵，灰就一阵的胆寒。他刚才可差点就命丧这妖兽之口，但作为仙家山的一员，总不能就那么怂吧。于是咬了咬牙，灰就一头钻进了魂地龙的身体。要说这妖兽平时也不知吃些什么，嘴里胃还挺大，而且到处都是黏哒哒的液体，那感觉肯定好不了。从嗓子眼进去没多远，就滑到一处全是绿色粘液的地方，再往前走就到了这妖兽的丹海之处。进了丹海，就见整个丹海笼罩在一片金光之中，又走了几步，一道更强的金色光线从里面照射出来。等灰凑过去一看，终于知道小狗所言非虚了。那空间中有一滩金色池水，水中正有一个卵状物，大概是感受到了有人靠近，那卵竟然瞬间破了，从里面冲出一条长相怪异的四脚蛇，朝灰扑了过来。灰有些紧张，加上脚下太滑，这一躲还挺狼狈。那金色四脚蛇见灰有些踉跄，紧接着又朝灰袭来。不过这东西刚出世又有多大本事，挥上去就是一拳。这一拳打的那东西一声惨叫，钻到水中不敢再出来了。这下灰更有底气了，上去就把那四脚蛇死死摁住了，把脖子一掐，那小家伙可就彻底动不了了。不愧是兽灵，这小家伙刚孵出来就能开口说话。话不多说，一会的功夫，灰就把这小玩意带了出来。小狗说的没错，这东西的确是对修行者大补的东西。不过小狗这话明摆着就是吓唬人家小孩子的，放下在这边正欺负小孩子的陈小狗。再说靠近这新世界中心的位置，打发走大家的黑狐此时正赶到了这里，见前面是住着上千教徒的城镇，黑狐倒并未靠近。不过看他这架势，是一点也没打算隐藏自己。的确，黑狐并未打算隐藏，反而是异常的高调。此时黑狐突然仰头望着天空说起了话，原来他看出这里的一切都逃不过那大神的眼睛，如此高调就想逼那大神出来。可看来那大神并不想露面。黑狐知道那大神并非害怕，而是并未将他放在眼中。既然这，那就只能让那大神见识一下自己的神力了。此时黑狐用神力运行了一个周天，一拳挥出，这一拳竟是直直的朝着那城镇中心击出的。城中的教徒因获得永生，自然是每日开心异常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股毁天灭地的能量向城镇袭来。要说黑狐的能力可了不得，一出手就毁了半个城镇，强大的能量瞬间将无数教徒掀到半空，化成了灰烬。咱们这么说显得有些空洞，还是拿个体来说，就说那重新信奉了神王的矮人魔父子，在这天火袭来时瞬间就被烧成了焦炭。可这过程似乎只持续了1秒钟便恢复了正常。难道刚才那一切只是错觉？矮人魔父子最先反应过来，天灾一定是来过，可众人此时又活了过来，这不用说一定又
又是神王大人的神迹，顿时又是一片对神王的跪拜与称颂。黑狐这一试探果然是证实了自己的猜测，那神王不会让这里的人出事，但这后面一定有他的企图。既然这样，黑狐又是一声高呼，同时唤出了灵狐剑，接着黑狐催动着灵狐剑朝一处天空射去。这一下不知怎么的，竟把一处天空扎出了裂痕。同时黑狐发现那天上的怪异天体竟转动了起来，主宰这世界的大神会就此现身吗？咱们放下先不说。与此同时，在一片林子里，赤龙见到了一个人，正是分头探路的夜魔。此时他正从林子另一头走来，不过看他这个样子，怎么有些怪异呢？这个小怪物是妖兽修炼所化的龙种兽灵，此时他被陈小狗绑在一根木桩上，正审讯着。突然，小狗神识中出现了赤龙焦急的声音，原来是赤龙那边遇到了异变的夜魔大叔。听闻此言，小狗也顾不得眼前的审讯了，连忙召唤出了妖绝乌云，准备过去看看。把审讯魂帝龙兽灵的事交代给了大刚和辉，而要说夜魔异变的事，还得从不远外的一个建筑讲起。半天前，一个光头男子被人迎进了宅子，住在宅子里的人唤作老顽童，是那神王的手下，而那名光头男子则是他练的灵媒。老顽童将灵媒迎进大堂后，迫不及待掀开了一个箱子，箱子下是个半米多长的蝙蝠，正是夜魔的本体。此时只见他又从一旁拿出了一盒银针，看起来是要施展什么法术，而这法术应该与夜魔有关。在老顽童的命令下，那灵媒盘膝坐在了堂屋的正中，接着他手捻银针，口中念念有词的做起了法。一枚银针刺入，只见那灵媒像是瞬间有了生气，表情也略显狰狞起来。接着那老顽童左蹦右跳，像是做着什么游戏一般，把那灵媒身上刺满了银针。转瞬间，那灵媒身上便散发出了十分邪门的气息。老头手指不停波动，似乎把那红线当成了琴弦一般。大概是法术完成，那灵媒突然身体猛烈的抽动了起来，而远在千米外的夜魔竟也用同样的姿态扭动起了身体。这一切在赤龙的眼里看起来十分的奇怪，也不知夜魔这是怎么了，便想上去看看情况。可随着走近，赤龙发现夜魔的状态越发诡异，还没等他靠近，夜魔突然暴起，飞身便扑向了赤龙。按理说夜魔并非赤龙的对手，可眼前的情况有些棘手，赤龙不能反击，也不能被动承受，只好身子一扭躲了过去。一击落空，夜魔又一次抖动了起来，似乎那身体不是自己的一般。事实也的确如此，千米外的老顽童才是夜魔行动的操控者。老顽童红线一拉，灵媒身体一样，这边夜魔也是同样的动作，只是不知是那老顽童操控的不熟练，还是夜魔在自我斗争。总之行动看起来不太顺利，可那也就是一瞬。很快夜魔身体一顿就锁定了赤龙，又想进攻。赤龙无奈只好在神识中联系了陈小狗，而夜魔此时身体显然已被操控的越来越熟练，攻击的招式已经明显更加的凌厉起来，动作与速度也逐渐都提了上来，着实很具攻击力。但还是那句话，赤龙倒并不怕夜魔，可难就难在赤龙不能还手，也不能跑掉，放任他不管，只能与之周旋。可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见夜魔又一次举爪攻来，赤龙也不再躲了，伸手快速抓住了夜魔的手腕，本想让他老实一点，可不想夜魔没有痛觉，也不理会，伸腿就是一脚。这打法可真够让赤龙为难的，他只好松手远远的躲开。而此时小狗正骑在妖居身上，在林子中飞奔，本来相距也并不算远，不消半盏茶的时间就到了。小狗让妖居顺着操控的灵气去救夜魔的本体，而自己则奔向了赤龙与夜魔二人的战场，跟赤龙打了声招呼，小狗手中的关定锁便甩了出去，两人十分默契。赤龙将夜魔向后一踢，小狗的关定锁也缠了上去，而千米外老顽童的灵媒马上也显出了一个奇怪的姿势。不过这家伙马上意识到操控的对象是被人绑了起来，只见他不怒反喜，显出了十足的兴趣。而夜魔这边可就有些遭罪了，小狗也没带银针，掏出3把关定锁刺进了他胸口的3处大穴。这一套操作下来，那灵媒一下受到了反噬，但老顽童很快就稳定下来，手指犹如跳舞般抖动起来。要说法术，小狗得到的是仙家山正统的真传，比那老顽童的邪门歪道之术高出不少。此时夜魔的操控权已然回到了小狗的手中，这一下可好，老顽童那边的灵媒突然暴起，转身盯上了身后的老顽童。这老头顿时就慌了，见灵媒向自己攻了，吓得他转头就向门外跑，可小狗哪肯放过他，连忙控制灵媒飞扑了上去。那灵媒由小狗操控，可比在老顽童手下凌厉多了，双掌拍下，将那老家伙一下拍出去好远，乱飞的银针还把这老家伙扎得不轻。没等他起身，小狗又操控着灵媒控制住了他。就在这时，妖绝乌云已经顺着灵气赶到了这里，越过墙头便看到了被灵媒死死按在地上的老顽童。瞬间乌云的2个前体便点到了那老家伙所在的位置。当然妖居并未杀了这老家伙，没确定夜魔本体安全前还不能让他死，只是用这办法让他让开了门口的位置。不过趁妖居救夜魔时，那老顽童突然消失了一下，接着很快又出现在了门口。要说这家伙真够阴险的，不知从哪弄来了一堆炸药，说话间就已经点了火。妖居见这老头竟如此阴狠，刚想飞身过去弄死他，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。瞬间爆炸声响起，火光冲天，本以为妖居和夜魔已然葬身于爆炸之中，老家伙刚想嘲笑一下，可很快这笑容就凝过了，尘烟散去，就见乌云竟安然无恙地站立于废墟之中，一双泛着红光的眼睛还正凶狠地盯着自己，眼前也仅是黑影一闪，乌云已然到了自己跟前。此时这老头终于开始恐惧了，不过显然已经晚了。讲到这里，从黑狐到小狗，在这个世界都折腾得不轻了，但那主宰大神真的会出现与他们交锋吗？
这是山经中记载的上古魔蛛沙楼罗，此时他突然出现在了乌赤凤凰的身后，紧接着巨口一张就将乌赤凤凰给吞了下去。今天的故事要从历里山中一片原始森林讲起。此时两道人影正急速穿梭其中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镜头拉近，正是久未露面的花山花鹿兄弟俩。他们在林中搜寻半天，什么也没发现，又返了回来。在他俩看来，那偌大的魔尸教教旨不可能凭空消失的。更诡异的是，连点曾经存在的痕迹也没留下。几人把这问题都抛给了陈老狗，可半天也没等到回答。但他们哪知道，此时陈老狗正通过出马契约，在神识中与黑狐交流。虽然陈老狗见多识广，可这真神领域的事，黑狐还是费了番口舌才讲清楚。陈老狗也不打算跟众人解释，只是笼统的说了一句，况且他此时也是一肚子的心思，整个仙家山的队伍都陷入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到底会落个什么结果呢？能把黑狐都一起带进一个领域之内的神级人物，又哪是那么好对付的？现在也只能眼巴巴的等着。陈老狗不解释那几个人，当然更是一头雾水。就在这时，陈老狗突然转头看向了天空，就见天空中出现一个只有陈老狗认识的剑尖。众人不明白，陈老狗第一个反应了过来，那是黑狐在那个世界用灵狐剑打破的通道口。此时灵狐剑转瞬就要消失，陈老狗哪里会放过这机会？一根银针飞出，在灵狐剑撤走的瞬间，刺到了小洞中。那孔洞收进银针，便凭空诡异的留在了半空。这一幕让三人都傻了眼，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理解。所以此时也就不用陈老狗再多费口舌了。可这一切又该如何解呢？难道只能像陈老狗所说的等吗？那他们又能等谁呢？放下外面的陈老狗一行人，再来说说陷入神域世界的陈小狗等人。此时妖居已经把夜魔的本体从老顽童那救了回来，驱除体内被灵媒操控的灵畜，对小狗来说并不难。至于把魂元调出与仙体再次结合也不算难，不过这倒是苦了夜魔，之前被强行分离魂元就很痛苦，此时再一次强行结合又要再受一遍罪。不过小狗乃是仙家山正统传承，到不伤魂魄，魂元与魂魄这一结合，夜魔立马恢复了神智。这时小狗连忙问起夜魔大叔为什么会着了道。谁知夜魔刚要回忆讲述自己的遭遇时，却突然一声大叫说乌赤凤凰也出事了。夜魔大概是知道事情的急迫程度，也不细讲，双翅一展就飞上了天空。那能怎么办？只能路上再说了。原来就在大家分手后，夜魔也选了个方向开始探路。他正飞着，突然见前面一片林子白雾缭绕，似有点点妖气笼罩。夜魔便想下去看个究竟。刚入林子，夜魔就发现林子环绕的白气似乎有毒，在林中一探查，妖气越来越重，可并未发现有什么妖物。他正纳闷的在林中转，突然脚下的土地一动，接着面前的一棵大树突然由地面拔地而起。正当夜魔吃惊时，背后又是一阵树林抖动摩擦的声音。回头一看，就见身后的几株大树竟变成了一个怪物。紧接着那大怪物粗壮的树干大手就朝夜魔拍了下来。夜魔本想跑，却猛然发现身体竟用不上力气，这一时迟疑就被那藤条之蔓缠了个结实。不过他还是使出浑身法力，挣脱了束缚，转身就想跑，可哪有那么容易？数道藤蔓袭来，一下把他抽向了半空。这一下力道之大，把夜魔击出去了10几米远。而此时他眼前一阵发黑，浑身都使不上力气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乌赤凤凰急速向自己飞来，而在他身后竟悄无声息地冒出一个巨大藤蔓。不等乌赤凤凰反应过来，就被那藤蔓一口吞了下去。夜魔此时想做什么都做不了，身体完全没了知觉。后来自己怎么被老顽童操控，夜魔是不知道，但乌赤凤凰为救他被藤蔓吃掉的画面却留在了脑海中。随着夜魔讲述完，几人也赶到了那片林子外围。因为有了夜魔的遭遇，几人也没有贸然进去。正商量间，一旁的妖居开了口，他的一句话让几人的心都提了起来。原来妖居感应到这里的植物都散发着一股十分强烈的致幻毒气，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夜魔这才反应过来，难道那天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吗？可连百毒不侵的夜魔都能找到，众人也不敢冒进。但此时乌赤凤凰生死未卜，不进去又不行，左思右想也没个主意。小狗的那股魂劲又上来了，这家伙竟然提议放一把火把整片林子给点了。这修行的人可都知道放火毁林烧山是有违天道。夜魔的质疑立马被陈小狗一句话顶了回来，外面的世界有天道天谴，可这里又是哪里？小狗边说边打着一个让大家不要出声的手势。几人立马明白小狗这话大概是说给别人听的。小狗话音刚落，赤龙就一声不吭地走向了那林子。不用问，这是要配合陈小狗的表演呀。赤龙出手果然不一般，一股极强的热浪向四周散出，紧接着赤龙手上凝结起一团火焰，一掌直击向林子。就在这时，不知从哪窜出一个老头，挡在了赤龙掌前。老头被这一掌击出去好远，但这火的确被挡了下来。不过老头大概也知道不是对手，一转身就钻进了林子。既然林中有人现了身，陈小狗又怎么会放过呢？而且赤龙也发现热气烤干了毒物，自然也不会中毒。随即周身火焰顿起，追着那老头也钻进了林子。这株植物是一个修炼了上万年的沙喽罗，此时他被魔师教妖人从地底下召唤了出来，紧接着巨口一张就朝赤龙扑了过来。赤龙身形快速向后一闪，躲过了这一击，一击落空，那魔蛛又唤出数十条蛛手攻向了赤龙。面对如此多的魔蛛攻击，赤龙还能应对吗？
上集讲到赤龙冲进林子追赶那突然出现的老头，经赤龙这么一闹，林子的毒物都散得差不多了。陈小狗在神识中不由得提醒起了一句，让赤龙控制住火势，倒不是真心疼这林子，主要是无翅凤凰还在人家手里生死未卜。别说这黄毛老头在林中跑得还真快，不过他再快也没逃过赤龙的追捕，没多久就被追上了。这老家伙也不差停住身形后猛地一拳挥出，此时赤龙的攻击也到了，两人一上一下竟对起掌来。不过老头的本事看着吓人，在赤龙面前却不值一提，一招都没接住就被赤龙给轰了出去。那老头被轰飞出去10几米，才堪堪稳住了身形。赤龙也不说话，迈步又走向了那黄毛老头。老头自知不敌，转身又钻进了林子。赤龙哪会放过他，身形一窜，以极快的速度便追到了老头身后，紧接着便又是一掌正击到那老头的后背上。这一下可把老头揍得不轻，爬地上半天没爬起来。赤龙手掌一抬，便想逼着那老头跟自己回去，可没想到老头再次挣扎着站了起来，还满脸的奸笑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身后竟爆起一道极强的能量，接着一个深绿色的巨型蜘蛛从地底下窜了出来。这就出现了咱们开头讲到的那一幕，按赤龙的性格坐以待毙肯定是不可能的。只见他手中仙力凝聚，夹带着数个火球攻向了魔蛛。毕竟是植物转瞬间，那几十条魔蛛皆被焚烧殆尽。可那老头似乎并不在意，这魔蛛可不止这点能耐。正当他得意时，身后突然响起了小狗的声音。赤龙的火攻让林中毒物散尽，小狗自然也跟了进来，掌上运起一道罡气，朝那老家伙就是一拳。这一拳把那毫无防备的黄毛老头可打得不轻，把那家伙揍翻在地。小狗便把他交给了夜魔。夜魔对着黄毛老头那可是一肚子的气，这老家伙既然在这片林子里控制魔蛛，那之前自己的遭遇怕是跟他脱不了干系。夜魔哪能轻饶了他，一拳就将他给揍飞了出去。而这时不知从哪又钻出一个魔蛛向小狗袭来，若不是他机敏，差点就着了道。同时他又给赤龙下了命令。另一边那巨型魔蛛此时又一次向赤龙发起了进攻，有了小狗的话，赤龙当然就更放得开手脚了。之前是因为无翅凤凰可能与之有关，也没法下重手，此时小狗有话怕是看出了什么端倪，那还等什么？躲过了攻击，赤龙猛地将全身的火焰之力释放了出来，瞬间一道极其炙热的火焰凝于双掌之上，紧接着一团巨大的火球便直直攻向了那魔蛛，几乎瞬间那整个魔蛛便被烈火烧成了焦炭。可接下来令赤龙没想到的一幕出现了，那魔蛛仅剩的一点残根突然向沙海中心位置撤去，小狗显然早看出来了，大吼一声便追了上去。赤龙终于反应了过来，也跟着追了上去，两人一阵狂奔，可好像还是慢了一步，那魔蛛不知怎么的转眼间就消失在了沙海中。两人转悠了半天却什么都没有发现。此时看赤龙那样子，小狗就知道他要问什么了。据山经中记载，这东西是一株上古魔蛛，叫做沙喽啰。小狗分析，这魔蛛应该是那主宰大神带进来的，若是能收了它，总比留给那魔神多个敌人要好。见小狗心里有打算，赤龙向前踏了一步。小狗知道他是有能力击穿这沙海的，便顺嘴提醒了一下，他是生怕赤龙用力过猛把那魔蛛给弄死了。小狗回忆起这东西会释放毒气，令人产生幻觉，虽然条件有限，但能阻挡毒气的办法小狗还是知道几个。他这边刚准备好，那边赤龙已经开始动起了手。只见赤龙单掌发力，一下击到了沙坑的厚土之上，这一击将整个沙层全部击散，露出了底下的岩层。也不知是不是与魔蛛有关系，这岩层样貌竟有些怪异。不过小狗也顾不得打量了，身形一跃便跳了下去。果然这岩层下有一个石洞，洞下依然是金黄色的沙海，而在沙海的中心位置有一株枯树的树干矗立其中。小狗知道这魔蛛能听懂话，便对着树干念叨了起来，但这东西显然还想挣扎，释放出许多能质化的白雾。那小狗可就不管了，抡起黑金古刀就是一通乱砍。这一砍把那枯树整个劈开，里面顿时射出刺眼的绿光，不多时树干四散，里面露出了一个怪异的球茎。小狗这是把脸上的湿布取了下来，跟这东西说起了话。小狗这一开口，从那球茎中竟也传出了人言，紧接着一道缝隙裂开，露出一张十分木讷的绿色人脸。果然这魔蛛是被那主宰大神发现一并带进来的。小狗知道这家伙本心并不坏，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，既然这样，小狗自然是愿意将他一起带出去的。放下小狗，咱们再说沙海上面的林子里，夜魔正审讯的那黄毛老头，可打了半天他才想起来自己好像还一直没问对方乌翅凤凰的下落。可这家伙一听夜魔问出的问题，顿时一愣，原来是众人误会了，这一顿打挨的可真是够冤的。这个男人是已经活了上万年的魔师神王，只见此时他在掌心凝结起一个小小的光球，这光球虽然不大，可释放出来的能量却着实惊人。紧接着那神王手一扬，将光球攻向了黑狐。别看人家如清风拂袖一般，但黑狐却是严阵以待。这能量看起来不起眼，但黑狐却感觉到恐怖的压迫感。不用说对方的道行和修为，不知高了自己多大一截。黑狐已经用了近乎全力才堪堪挡住，在外人看来也没怎样，但黑狐心里已然知道，他跟这神王的能力根本就不在一个层级上。
夜魔正审讯黄毛老头，想追问乌赤凤凰的下落，可不想这一通拳脚下去，还没有问出什么，乌赤凤凰竟然从后面突然冒了出来，这一下场面顿时有些尴尬。夜魔这才知道，那黄毛老头并没说谎，人家的确没抓乌赤凤凰。再一了解才知道，小狗之所以联络不上乌赤凤凰，是因为他受了毒瘴，躲在一个山洞昏迷了一段时间。几人正说着，突然听到林子外传来一阵哗啦啦的声响，回头一看，一条巨蟒正从密林上方窜了出来，正是大哥和陆大刚平息了那边的事赶了过来。夜魔见状不由得羡慕起来，弄得大刚还有点尴尬。利用大哥这么拉风的交通工具，大刚还真是头一次。不过大刚一笑，又让众人看向他的身后。果然他的话音刚落，就见林子里又是一阵响动，还没等众人看明白，突然一个金甲巨兽从林中冲了出来，来的正是灰，而他的坐骑是那上古神兽魂地龙。别看灰个子小坐在魂地龙身上，还真是有点威风。这里咱们得说一句，灰好歹也有近300年的道行，跟着仙家山一路走来，法术不算精，可也学了不少，给这魂地龙的兽灵下了个命咒，这家伙又哪敢不听话？灰正耀武扬威呢，便听到背后响起小狗的声音。仙家山收了个神兽，可小狗好像也并没有太高兴，毕竟不弄清这主宰大神的底细，收了神兽又有什么用？夜魔见小狗出现，便问起了那魔蛛沙罗罗的情况。这一问，就见小狗从兜里掏出来一个布包，不知怎么的，这魔蛛本体此时竟和一个核桃差不多大。小狗没多解释，找了一棵大树，就把那根茎埋了进去。仅是眨眼之间，地下就长出来一颗蜘蛛，不多时便长到了2米多高。不但能说话，人家还有自己的名字。可这名字一说出来，那黄毛老头第一个就蹦了起来。要知道，这世界的主宰大神最擅长吟诗作赋，这名字取的自然是十分优雅高端的。相比之下，小狗给他取的壮根这名字就太低俗了点。可偏偏那魔蛛就是喜欢，陈小狗多机灵啊！指挥着夜魔对那黄毛老头又是一通毒打。一番教育后，那老头不得不昧起良心恭维了起来。打也打了，闹也闹了，几人便商量起下一步的计划。如果还按之前的形式，大家倒是应该分头去探路。可小狗却把大家拦了下来，这事总让他感觉不对劲。自从分头行动开始，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危险。按说这一切以黑狐的能力不会预见不到，那他又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安排呢？这时小狗心里还在盘算，一时还没理清什么头绪。放下陈小狗那边的审讯不说，再说黑狐。经过他这番毁天灭地的折腾，终于是有了效果。那奇怪天体此时一阵旋转，形成了一个结界之门。一直不肯露面的主宰大神，此时也终于现了身。看来黑狐想的没错，他的这一番折腾，让主宰神看到他能动摇这世界，必定不会置之不理。这主宰神一出场，就是一副天神降世的既视感。不过对付这样的人，黑狐自有一套，直接耍起了流氓气。本以为这样对方会生出厌恶之色，至少言语会有所改变。可黑狐还真是想错了，这主宰神依然语气如故，平静异常的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出身。不过黑狐还是那一套，言辞粗俗，一副打算干架的气势。那主宰神听完也不再说话，在掌心形成了一个光球，这就出现了咱们开头讲到的那一幕。这一回合的攻击后，黑狐显然看到了两人的差距。不过再怎么样，黑狐这嘴上依旧不饶人。但这一句话似乎让那主宰神有些不高兴了，一眨眼来到黑狐跟前，顿时一股更强的威压袭来。黑狐知道若是在笼罩于这威压之中，自己恐怕会顶不住，于是连忙向后撤了数步。但只等着人家进攻，那也不是黑狐的性格。调动出全身所有能量后，不由分说就是一拳。这一拳击出后，对面哪还有人？但这力量是收不住了，夹带着一股毁天灭地的能量轰然而出，能在黑狐眼前凭空消失，就说明了其恐怖之处。黑狐是看明白了，这里是人家创造的神域，一切道法规则都是人家定的，自己还是想简单了。黑狐这一叫震，那主宰神终于是现了身，但是这种近在咫尺却让他发现不了的能力，已经是绝对的优势了。此时那主宰神手一挥，数道寒气森森的剑灵便将黑狐困在了其中。只要黑狐一动，被穿成刺猬是一点也不夸张。那在这种悬殊的情况下，黑狐会服软吗？陈小狗此时正带着仙家山众人开公审大会，被审的正是刚收服的魔蛛壮根和那黄毛老头，当然还有那个差点要了灰命的魂地龙。此时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服服帖帖老实交代了。可这一审讯得出的结论可就非常有趣了。照小狗分析，那主宰大神绝对是个宅男一般的存在。按小狗的意思，他修炼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世界，然后在里面建造这世界的一切，就跟玩游戏一般。不仅如此，还养花养宠物，还帮着宠物升级。现在又弄进来一群教徒在里面生活，自己在上面看着，这不就跟没事在屋里养蚂蚁的孩子一般。虽然魔师教干了不少坏事，可毕竟是那个教主干的，跟着主宰大神似乎关系也不大。分析来分析去也不能怎么样，小狗一肚子的问号也得不到答案，只能暂时先放下，召集大家把下一步的计划定下来。小狗这一提黑狐军团，大家也都是一愣，那一大堆活人怎么会就凭空消失了？不用问，黑狐一定有着更大的打算，想让狐族去完成，所以才用探路的理由把大家都给支开了。这么一想，的确让人有些不寒而栗。小狗说的没错，黑狐之前可是自曝过内丹与将神同归于尽过，
不过此时他关了出马契约的沟通，小狗也联系不上他。想来想去，小狗把目光锁定到主宰神的宠物和花匠身上。此时那主宰神被黑狐逼了出来，他们一定能感应到。说到黑狐，他此时还被困在剑阵之中，不过他敢如此叫板，是看出那主宰神并不想杀他。果然对方长袖清辉那树柄长剑应声粉碎，瞬间那主宰神又来到黑狐面前，与其相对而立，几句话说出刚才还想耍些流氓气的黑狐竟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。而他接下来的话就更让黑狐吃惊了，这主宰神竟能看透黑狐的整个身世。令黑狐吃惊的还不止如此，世间万物只要是修炼的，都在自寻的一个天地大道，可这天地大道在这主宰神眼中却不值一提。他的这番话让黑狐一个循着大道修炼成神的也不知该怎么反驳。接着那主宰神凌空而起，要带黑狐去一个地方，若跟对方去是陷阱，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？可想想又不对，若对方要杀自己，还用挑地方吗？黑狐几乎找不到理由拒绝，于是祭出自己的灵狐剑，御剑而行，跟着那主宰神便追了上去。却不想那主宰神竟带黑狐来到他所建立的城镇中心。此时这些教众见主宰神出现，个个面露虔诚之色。那主宰神进了城镇后，明显是放慢了速度，直接飞到了一处神殿一样的高大建筑上空。看起来这城镇中的信徒每天都会到这神殿祭拜。见那主宰神缓缓落下，黑狐便也跟了进来。最后这主宰神落在了大殿2楼的平台之上，黑狐也紧随而至，收了灵狐剑跳了下来。黑狐此时还是弄不明白这人真正的目的，难道是想用这些信徒作为人质？可想想也没必要，主宰神还是刚才那一套说辞，难道是想给自己也洗脑？接着听下来，黑狐似乎是有些懂了，他是想把自己悟出的天地大道传达给所有的信徒，让他们每个人都能修到神级，都能建出自己的神域，也就是说这里的每个人都能建出一个新世界。黑狐有些不敢往下想了，这下面足有数千教众，若都修出一个新世界，那将会是什么？是宇宙吗？黑狐好像想明白了，这些教众没记错的话是3000多一点，正所谓3000世界真的可以颠覆世间之大道，另建一个宇宙洪荒。那眼前这个人到那时会是什么？那就是主宰一个洪荒宇宙的真正天神。话不用说透，主宰神已经知道黑狐理解了自己想做的事。黑狐一时也不知该说些什么，便随口搭了一句，可就是这一句也被对方抓住话锋。主宰神说的没错，谁又不是沉迷于天地大道中的一份子？主宰神见黑狐不搭话，抬头看向了天空。黑狐关掉了出马契约，自然感觉不到小狗他们来了。陈小狗一群人可不知黑狐怎么想的，看到黑狐后也纷纷踏上了2楼的平台。小狗刚想问黑狐几句，但发现气氛不太对，又咽了回去。倒是那主宰神坦坦荡荡的开了口，听他的意思，把刚才那套说辞用神力传到了整个仙家山的脑子里。小狗等人一个个面色严肃，没再开口。而那主宰神微微一笑，转身朝着下面的教徒又依次开了口。不用说，这些教徒自然是十分愿意跟着神王在这世外桃源中寻仙得道。这一下可真够杀伤力。仙家山本来是要毁了这神域，把这些教徒都带出去，可这些教徒个个出于自愿想要留在这里，寻个长生修个正果，那又有什么错呢？相比之下，仙家山做的一切才真的是有些毁人之名。而且主宰山还给众人选择，若想离开他会送众人出去。这下仙家山众人还能说些什么呢？或者说该怎么选择呢？果然大家都开始动摇了。那这时又该如何继续下去？咱们下回见分晓。这个汉代帝王是已经活了上万年的主宰神，此时他给仙家山众人抛出了2个选择，一是在他建立的新世界向勇士的平等祥和，亦或是回归他们原来的世界，他送他们离开。主宰神这样坦荡的话让仙家山众人十分震撼。小狗明白这样的选择才是仙家山一路来最严重的危机。果然仙家山内部已经有人开始动摇了。最先开口的是一直心很软的夜魔大叔，接下来的是灰和无翅凤凰，他们显然也产生了动摇。就连一直与世无争的赤龙也回头看了一眼小狗。作为仙家山的带头人，众人把目光聚集到了小狗身上。小狗很想找理由反驳一下那主宰神，可的确找不到。众人没得到答案，便随着他的目光一起看向了黑狐。黑狐终于开了口，可看起来也同样被那主宰神说动了。不管世人是妖永生有何不好，黑狐很少这么严肃，而且这真是一个该由自己决定的选择。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下来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沉默了足有10几分钟，大刚第一个开了口。大刚这一带头灰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，紧接着是赤龙。虽然每个人的理由都不同，但众人都没有打算离开仙家山留在这里的。但这还不算多完整的回答，毕竟主心骨还没表态。如果小狗选择留下，那仙家山也算在这里留下。小狗是仙家山领头人，他的决定才是问题的关键。得到整个仙家山的回答，黑狐收起了他那严肃表情，转头跟那主宰神又搭起了话。众人这才明白，黑狐刚才是给了大家选择的权利，同样也是在试探大家。可下面的这些教众呢，他们同样也有选择的权利。什么洗脑不洗脑，外面的大道又何尝不是洗脑？此时那主宰神终于开了口，看起来倒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。其实这样也好，大家出去就全当是一段旅程，一场梦。可就在这时，黑狐的语气开始有些不太好听了。黑狐并没有反驳那主宰神创世的说辞，反而提起了他的身份。话虽然不好听，可想想也对，真像他说的众生平等，他又怎会穿龙袍高高在上？那主宰神被黑狐这么一说，嘴角的笑容瞬间收了起来。黑狐边与之对话，边在神识中提醒起了每个人。大家不知黑狐想干什么，听到提醒都自觉的后退，但没想到黑狐
狐接下来竟会干出这么疯狂的举动。只见他凝聚起能量，一掌朝下面的几千教徒轰了下去。黑狐虽比不上那主宰神，可本身也是神级的存在，这一击明显用了极大的力量，那效果可想而知。但那主宰神却未出手制止，不知在想什么。黑狐这一击直接把那几千教徒轰成了齑粉，而神殿前更是被轰出一个巨大深坑。杀了这么多人，黑狐脸色都没变，反而对上了那主宰神。也不知黑狐哪来的底气，竟说要毁了他这新世界。那神王看起来是气结了，一言不发，直接祭出了神剑。而黑狐似挑衅一般，同样祭出了灵狐剑。看起来黑狐是看出了主宰神的真正目的了。可到底是什么能让他杀掉这3000个信徒呢？面对黑狐的挑衅，那主宰神依然不说话。两个神级的存在都不再言语，各自祭出了兵器。黑狐看起来完全不似之前那样被动，操控着灵狐剑如一道黑色闪电刺向了那主宰神。黑狐一边战斗一边催促着众人赶快离开，不知是怕接下来的大战殃及到众人，还是对自己没信心。不过看起来这一开始似乎是黑狐占了上风。灵狐剑快似流星，一直围着那主宰神打转。然而那主宰神很快便从刚才的匆忙中适应了过来，又一次祭出了自己的神剑射向了黑狐。此时仙家山众人已经被大哥带到了地面上，小狗依然看不出黑狐的心思，但除了相信也别无他法。此时能做的也只有尽快带着大家先离开。而黑狐这边显然也从刚才的上风转成了下风，数道剑灵虽然未伤到黑狐，不过也弄得他有些狼狈。两人这第一回合对下来暂时算未分胜负，也不知黑狐怎么想的，接下来却依然在挑衅。那主宰神也不回话，由掌中聚起了一股极恐怖的力量，这一次可比之前的那个不知恐怖了多少倍。饶是自信的黑狐也不由得认真对待了起来，但以黑狐与人战斗的套路，怎会给对手时间出招？趁对方还未出手，身形一动，快速冲到了那主宰神面前，顿时以残缺不全的神殿又一次发生了爆炸，巨大的能量让这新世界都笼罩在了耀眼的光线下。已经跑出好远的仙家山人也感受到了那爆炸的恐怖，此时众人能做的就是快些离开，越远越好。在一阵地动山摇中，一行人终于跑出了城镇，可刚出了城门，眼前的景象却让众人又停了下来，因为面前出现了一个人，地下还躺着一个。仔细一看，那竟是一直未露面的黑狐军团的柱子。小狗之前还在分析他们去了哪里，此时连忙问了起来，可柱子这回答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柱子说他们一直躲在黑狐的神域中，可这里就是那主宰神修炼出来的神域，怎么黑狐也有？就算有，那把整个黑狐军团藏进去是想干什么呢？众人是想不明白。在柱子的带领下，众人来到一处废墟，正如大刚所疑惑的，这是那主宰神所建立的世外桃源，这里一切都是新的，怎么会有这荒废的地方呢？还有柱子说这里是地狱，又是什么意思？在湘西历历山的一处峡谷深洞之中，此时突然响起了一个东北男人的声音，这声音当然是黑狐。而在这墓室之中，此时还有一处被冻成冰的水池，冰层正裂开，刹那间碎裂变成了爆破，一股巨大的能量四散开来。之前咱们讲过，这个墓室是黑狐发现，这里有一个冰尸，黑狐把刨尸狗带了进来，给他吃了尸丹后，就让刨尸狗在这水池中炼化尸丹。此时他一呼唤，一个巨型凶兽便出现，看来刨尸狗又有了精进。那现在他又是什么层级呢？这里咱们先卖个关子。一声吼叫响彻了山谷，相隔数里的陈老狗等人也听到了这恐怖的声音。听到这声音，陈老狗心头一喜，看来刨尸狗终于出关了。既然刨尸狗已经动了，说明黑狐他们已经开始了行动。但两个世界仅靠银针那一点点联系，能起到作用吗？放下外面的陈老狗，再说神域中的小狗一行人。此时他正询问着柱子，想弄明白黑狐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可不想柱子也并不清楚，他也只是听黑狐说了几句，这次放他出来就是为了给小狗传话。柱子这家伙想了半天，只吐出生气二字。小狗一听这生气二字，眉头一下皱了起来。黑狐费劲传达出来的信息一定是极为重要的，可关键是自己好像没明白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。一时想不明白，陈小狗又去追问柱子，可柱子明显更是不懂，只是一个传话人，他能做的也只是一丝不漏的把黑狐的原话传达出来。小狗拼命的在脑中搜索所有传承下来的仙家山信息。大刚见他半天没动静，忍不住提醒了他一下，说到联系老爹有回和赤龙，在这一点倒也不难。可一听到联系陈老狗，小狗的脸色猛地一变，他终于想起了商气是个什么东西，同时也明白了黑狐想传达给自己的内容。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看起来这主宰神想做的完全击破了他的三观，他陷入了恐怖的思绪，无法自拔。可其他人并不知道，这一推把陈小狗从沉思中给叫了回来，他猛地一捶地面，给大家讲述起了自己所想到的那主宰神所建立和描绘的世界，当然是世人都向往的。小狗并未接着往下说，而是提起跟童安娜的一次闲聊。陈小狗所说的外国老鼠实验叫做25号宇宙，这实验是把一群雌雄比例正好的老鼠放进一个实验场，在这场所中住的空间足够大，食物与水也无限量供应，这样的环境下老鼠会不断繁衍，很快就变成了几千只。本以为数量还会不断扩大的科学家却突然发现，在一切都不缺的情况下，老鼠却开始了互相残杀。一些身体强壮的老鼠开始占领更大的领地与配偶，再往下发展，众多老鼠竟患上了各种精神疾病，莫名其妙的暴躁抑郁，甚至还有一些老鼠开始自残。这场实验在持续了1700多天后，以最后一只老鼠的死亡画上了一个诡异的句号。其实这场外国实验只是方便让大家理解，真正向那主宰神设计的人类在一个不用工作、一切资源完全充足的
的社会下又会发展成啥样不用多说。讲到这，小狗环视了一下密林中的废墟，又开了口：300年前就事先出现过，还带走了许多寨民，可这些人哪会无缘无故消失？所以原因只有一个，他们同样被带到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。当最后一个人死去时，就像一个轮回到了终点。那这次又有这么多人被带进了，是打算开启一个新的轮回了。为了弄清这一切，在这片废墟中一定可以找到证据。于是小狗让灰和夜魔当先出去探查了起来。小狗也与一众仙家在附近搜寻了起来。不足10几分钟，林子里便传来了灰的叫声。小狗知道是有了发现，带着大纲就飞奔了过去。在林子靠中间的位置，灰和夜魔正盯着前方发愣。走近一看，这林子中间竟是一个巨大的凹陷深坑，而那坑中堆满了人类的骸骨，一眼望去足有几万。骸骨层层叠叠，微风一吹，一股淡紫色的气息传出。眼前的一幕让小狗的脑子里划过一道闪电，他想到了一种人，就是古代那些皇族，他们大多不愁吃穿，这些人不就像那些曲折无尽的老鼠一样生活吗？据说这样的人死后，人体会产生一种气，便是熵气。那主宰神自己是皇族，一定是看到了这样的现象，才会在大道轮回中习物种灭绝后产生的熵气修行。看懂了这一切，可小狗又觉得哪里还是不对，这不对的地方应该就是黑狐要自己去解决的。小狗带着仙家山人打算怎么办，咱们暂且不说，再来说说还在与那主宰神正战斗的黑狐。此时的黑狐可不好受，毕竟境界差了一大截，又是在人家的神域中战斗，自是处于绝对的劣势。此时两人又对了一招，黑狐毅然被击翻在地。不过想让黑狐就此认输，那肯定是不可能的。咬了咬牙，这家伙挣扎着又站了起来。那主宰神自战斗开始至此也是第一次开口，不过那语气却冷得彻骨。黑狐知道，若自己稍有一点退缩的念头，便是必死无疑。于是咬了咬牙，双拳一挥，黑狐又如猛虎般扑了上去。可这明显是强弩之末的攻击，又有什么用呢？而黑狐又在下着怎样一盘棋？他还有什么后招吗？这个酷似黑帮大哥的男人是一只狐仙，此时他被魔师神王一掌轰飞了出去。不过想让黑狐就此认输，那也是不可能的。只见他咬了咬牙，强撑着身体又站了起来，紧接着唤出九尾狐朝那神王就攻了过去，放下大战的两人。再说神殿中又出现的另一群人，来的正是陈小狗带领的仙家山一众人马。趁着黑狐与那神王大战，他们悄悄潜入了神殿。这一行人顺着神殿的一处小道向后院跑去了。后院里黑狐一出手干掉了3000多个教徒，连带着把地面也轰出了一个恐怖的深坑。其实当柱子一出来找小狗，他就想到了黑狐这看似疯狂的一招应该没有那么简单，若众人没有用住，黑狐肯定会先把他们送出去，这样至少能保住众人的性命，然后再动手。黑狐没这么做，一定是大家还能起到什么作用，所以小狗把视线拉回到被黑狐干掉的那3000人身上。想到这，小狗带着大家就下了那被轰出的深坑。一下来，众人发现那下面的空间巨大无比，并非黑狐全轰出来的。到了底下，众人更是傻了眼，在溶洞下方有一大群人影，正以一种诡异的方式漂浮着。仔细一看，那漂浮着的正是被黑狐杀掉的3000信徒。此时他们好似被某种力量笼罩在了一起，在这群人四周正是黑狐军团，似乎在做某种仪式。别人不知道，柱子是一眼就看出来了，那是他们狐族一种控制人神智的迷阵。这一问果然是黑狐让他们在此设阵，困住这3000教众。不过看样子对于道行不高的他们来说还挺费劲的。这一下果然是应验了小狗的猜测，黑狐是留了后手的。看到这一切后，小狗的脑子又开始急速运转起来。黑狐既然这样做，肯定是觉得能把这些人救出去。这些被困住的人身下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，可在这人为创造出来的世界，怎会有这样的天然洞穴呢？按说这有些不合理，黑狐一定是看出了什么端倪。想到这，小狗联想到了这时仙几百年来的传闻，传说他第一次被发现就是天线陨石击穿了山体后现世的，这说明那时仙一直在一个深山洞穴中修炼，这两者之间说不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。想到这，小狗也忍不住了，招呼大纲就想下去看看。之所以叫大纲，是有2层打算，那时仙是人修炼而成的，以人类的视线去搜寻破解一定更合适一些。二是黑狐军团明显坚持不住了，仙家们留下可以帮忙，不过下面到底有什么谁也不知道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小狗最终只带了大哥一个仙家跟着他下去。大哥这肚子正饿了，下去说不定还能找到吃的。话不多说，这两人一收，一头便扎下了这漆黑的洞穴。留在上面的几个人担心也是无用，好在几人都能通过神识与小狗保持联系。此时黑狐军团已是强弩之末，众人纷纷跑去帮忙，放下底下分头行动的重任。再说头顶上的大战，黑狐自从踏入神阶后，已经很久没被人这么揍过。黑狐以实战见长，而那主宰神则修的是道，若以命相搏也差不了太多，但吃亏就吃在此时陷入的是别人构建的世界，这里规则是他定的，黑狐想运行法力自是不太容易，只能凭力量相搏。此时黑狐再次被干翻在地，那主宰神显然不想给他机会，卷起一个铜鼎熔成了炙热的铜汁，瞬间击到了黑狐身上。黑狐用尽全力才勉强抵住，但却被击飞出去数十米远。看着狼狈的黑狐，那主宰神显然十分得意。黑狐此时好像爬不起来了，不过口中依旧不服软。那主宰神也不理会，手一挥便想结束黑狐的性命。可这时黑狐身形猛地暴起，化之为剑攻向了对方。但那主宰神也不是常人，偏头轻松躲过这一击。可很快他就发现黑狐这是声东击西，真正要攻击的是灵狐境。
剑，此时已然刺到他的后脑处。主宰神刚躲过黑狐手又一挥，灵狐剑渐渐一转又刺了上去，擦着那主宰神的鼻梁就划了过去。这剑招凌厉异常，饶是那主宰神此时也被逼得身形不稳。可灵狐剑的攻势还未结束，由上至下又直刺向他胸口。这一剑又快又狠，只搅得整个神殿都跟着颤了3颤。那么如此雷霆万钧的一击，能干掉那主宰神吗？当然不可能，这是在人家的神域中，时间空间都由他主宰。果然那主宰神不知何时已然出现在了黑狐身后。黑狐感觉到了这主宰神已然动了杀心，等他把能力全部发挥出来，自己是必死无疑了。所以不待对方出手，自己主动进攻，才能在逆境中保命。当然即便是这样，那神王也依然非常有把握。直到双掌对上后，他听到黑狐说了一句话，而这话显然不是对他说的，那么他是在跟谁说话呢？巨大的能量爆开，整个神域似乎都在颤抖。黑狐到底打着什么主意呢？很快就有人明白了。在外面一直观察的陈老发现了神域开始震动不稳，那神域与现实世界有着难以逾越的空间壁垒，有突破的可能只有在神域本身不稳定时才行。时机终于出现，陈老狗一把关定锁甩出，缠住了银针，由花家兄弟配合，快速的在钢锁上贴上了一串符咒。花家兄弟看不出陈老狗想干什么，试探的问了一句，可一番操作下来，陈老狗却说他也没力量破这壁垒，不过看他那自信的样子，自是有人能破得了。而他口中说的帮手又是谁呢？咱们下期继续。这个老头是仙家山最强传人陈老狗，此时他一只手持关定锁，另一只手运起了法力，手指一点，那数道灵符瞬间燃起了火苗，一道灵力直逼两个世界间那细小的缝隙。大家看出陈老狗这么做是想打通两界的通道，不过陈老狗的一句话让另外3人都有些灰心，按他的意思打通两界的能力，在场的几人都没有。就在这时，众人身后突然传来一股极强的恐怖气息，刹那间身后气浪涌动，卷起了无数的沙石。很快沙石风暴间显出了一个巨大的身影，只见这身影竟用4肢着地的方式飞奔而来，3人也就刚看到人影，下一秒他就到了众人身前。陈老狗跟这怪人明显相熟，一句话就给他指明了方向。只见那人夹带着一股极强的气息掠过了陈老狗头顶，不用多说咱们都知道，来的正是又有了精进的刨尸狗。只见刨尸狗扑到半空，猛地一拳击到了结界点上，瞬间天空碎裂，两界间被击出一个方圆近3米的大洞，霎时间一光四射，整个天地都好像颤抖了一下。刨尸狗一头扎进了那结界通道，顺手还转了一下钢索，因为之前多次劝阻无果，后面的3人执意要一起行动。陈老狗此时也不再多说，带领几人纷纷跳进了结界通道。而一阵晴天霹雳过后，两界的通道也逐渐消失，视线拉回到神域内。黑狐与主宰神两掌相对的瞬间，外面陈老狗是因此得到了信息才开始行动的。此时黑狐两掌相对，被巨大的能量掀飞了出去，重重的砸在了地上，硬是半天没有爬起来。那主宰神也不等黑狐站起，就再次下了杀手。黑狐想躲开也来不及，只能偏了偏身体躲开了要害。这一击可够狠的，直接把黑狐腰腹一侧来了个对穿。那主宰神看出黑狐已是强弩之末，便要再次出招，谁知却突然发现黑狐嘴角上扬，似乎还有后招。果然就见从黑狐的伤口处鲜血飘出，被他掌控于股掌间，很快鲜血凝结成丹，发出一道刺眼的红色光芒。接着他将这光芒凝于指尖，又唤起了自己的神兵灵狐剑。灵狐剑应声而至，同时也拦下了一攻到身前的主宰神。再说这灵狐剑几乎瞬间将黑狐的血吸入剑体，最后化作数道狐手，将那主宰神紧紧围在了中间。眼看那主宰神被困在剑芒之中，动弹不得，但黑狐的心却紧了一下。果然这攻击并未维持多久，时间似乎瞬间慢了下来，那剑芒也肉眼可看到轨迹了。此时黑狐感觉被一股强大的拉力所致，动作重于千斤。不多时，灵狐剑的轨迹便好似慢动作一般，缓慢从那主宰神眼前划过，被他一把抓在了手中。紧接着灵狐剑调转，剑锋直直的射向了黑狐。可此时黑狐的脸上反而露出了轻松的笑容。黑狐能松一口气的原因，正来自于两人的头顶。那主宰神也终于感应到了自己神域的变化，到了这一与前面勾连了起来，两界的通道被打通，一个高大壮硕的身影从通道中夹带着紫色闪电而下，似乎是看准了方向，正落于黑狐与那主宰神之间。看到这怪人，那主宰神立马摆出了进攻的态势，而陈老狗等人也紧随而至，从通道中落了下来。他们可没有刨尸狗的本事，从天而降却不受伤。黑狐身形一动，窜至半空，将几人保护了下来，接着让这几人远离战场有一段距离后，才把他们放了下来。此时黑狐没时间跟陈老狗多聊，因为他心里清楚陈老狗的到来对于仙家山出谋划策是帮助极大的，于是他连忙催促着几人赶紧离开去帮助小狗。转过头咱们再说与主宰神对峙的刨尸狗。要说这刨尸狗也不知是到了什么阶段，浑身恐怖的气息着实骇人，如杀神临世一般。此时那主宰神刚得意起来的神情又收了回去，半路又杀出一个程咬金，而且一看就不是个善茬。刨尸狗也不废话，一声怪叫后便扑向了那主宰神。那主宰神不敢怠慢，连忙运起了周身的能量迎战。果然炼体的刨尸狗攻击力比黑狐猛了不少，两人这一对招，霎时间恐怖的能量爆散开来。黑狐看似在一旁观战，可这句话出口也真够损的，让那主宰神不能专心打战，总要留意黑狐的偷袭。他不能专心，刨尸狗可不管，猛地一拳就砸了上去。
本来那主宰神还想对上几招，可这刚搭上手，就发现在眼前这异兽面前，自己根本无力反击。刨食狗是越战越勇，斗大的拳头如雨点般疯狂落下。那主宰神一个不留意，被刨食狗一拳击中了腹部。这一拳的力量可够他受的，一道血线从口中喷了出来。刨食狗可不是那种一招一招与对手纠缠的主，一击得手后又猛地一拳挥出，击到了主宰神的面门。这下那主宰神的面子可就有点挂不住了，顿时一股极强的能量便凝聚在了手上。这股恐怖的能量，黑狐可是尝过，那滋味可不好受。既然是这样，黑狐又哪能眼看着刨食狗吃亏，身形快速一跃，在主宰神身后搞起了偷袭。甭管小人不小人，黑狐心中的那口恶气可算是出了。这一拳直接将那主宰神轰出去了数十米远。按说此时已然占了上风，可黑狐脸色却凝重了起来。这两人是仙家山最强的两个仙家，黑狐和刨食狗。此时他们朝当今世界最强的魔师神王冲了过去。魔神见状，连忙从口中吐出一缕红色妖雾。这一次两人的进攻并没有奏效，不待他们靠近，突然从那魔神身上爆出一股极强的能量，这能量直接把两人震飞出去了7、8米远。此时那魔神口中再没有什么仁义道德了，那种骨子里的狂妄已然暴露无遗。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道道令人不寒而栗的剑气。只见魔神一声大吼，那数道剑气便刺向了黑狐和刨食狗。以那魔神的想法，眼前这两人是必死无疑了。但把剑气化作如此多的进攻点，每个点都会削弱能力，这样的大面积攻击对能力稍弱者或许还有用，但对于刨食狗与黑狐来说，可就有些差强人意了。果然明面上看着密集的攻击力十分骇人，但实际上攻到两人身前时，并未造成什么大的伤害。不等魔神再次发动攻击，黑狐招呼了一声刨食狗，两人身形跃着半空，率先向魔神发起了攻击。那魔神已经恨透了两人，此时祭出全力硬起了战。在自己构建的世界中，魔神道法自然运用自如。此时只见他双掌控制着两股龙卷风一般的能量，弄得黑狐和刨食狗一时间无从下手，乱了章法。被魔神抓住机会，两掌击出，轰到了胸口之上。若是这一掌全力击到谁身上，估计都得去掉半条命。好在两人同时应战，分散了能量，才堪堪承受下来。可攻击并未结束，那魔神是要将两人杀之而后快。这招黑狐之前见他用过，绝不是炼体的刨食狗能承受的。原本刨食狗还有些不服，可再看下来才明白，这可不是硬碰硬的身体对战，斗法还是黑狐更在行一些。不多时，两股能量相撞，巨大的火球爆起，冲击波把黑狐和刨食狗都掀到了空中。那魔神本以为这一招可以将对方轰碎，可等尘烟散去，一看才发现自己错了。对面的两人竟然趁着能量爆起时做好了进攻之势。黑狐知道刨食狗不会法术控有一身的妖力，于是他用神识入侵刨食狗的丹海，与自己一起发动了攻击。这一点当然也只有相互无比信任的人才能如此，不然谁会把自己的丹海让其他人进入掌控？让黑狐意外的是，刨食狗这体内妖力之惊人，再加上又结合了自己的法术，这一下攻击力着实恐怖。那魔神也感觉到这股力量的恐怖，调动起全力开始应战。好家伙，这一下对撞真可以说是毁天灭地一般了，以至于在100米深的地下都能感觉到震动。不用说仙家山众人也知道是上面的大战正酣，此时有了仙家山的加入，黑狐军团终于可以缓口气了。而随后赶来的陈老狗正看着弟弟陷入沉思，一通思虑过后，陈老狗也得出了跟小狗一样的结论。不过姜还是老的辣，他比小狗想得更深了一层。那魔神利用上古尸毒修成的本体，绝非那么容易对付。想到这，他不禁为冒险下去探查的小狗担心起来。好在阿惹带来了这天化尸王，他对尸毒可是免疫的。此时他也顾不得阿惹的唠叨，就想抓紧下去寻找小狗。不过面对目光坚定的花家兄弟，陈老狗却摇了摇头，下边凶险未知，他们能力又不够，下去可能还会是负担。放下上边的陈老狗等人，再说底下探查的小狗，此时他让大哥在前面探路，自己则小心翼翼跟在身后。这一路上倒没什么异样，甚至连虫鼠都未看到。没多时，两人便跟着大哥来到一处稍宽大的空间，只见里面伫立着一个怪模怪样的东西，看起来是个石棺。看到这东西，小狗便想起了本地对石县的传说，源头似乎都起源于这个石棺。看来自己找到根上了。小狗分析，那石棺中应该就是魔神的本体，魔神进阶神级在这修出了神域，不过寻常人是看不到的。但其实他依然在这历历山中，就像是平行宇宙，但内外两个世界并未完全脱离，也有一个交叉点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交叉点就是这埋棺之地。可该如何打破这一切，陈小狗还真没想好。这一环套一环的想做点什么，还真得想好了。此时两人稳了稳气息，小心翼翼地靠了过去。走近一看，发现这是一处天然石室，并没人工修建的痕迹。等靠近一看，小狗一眼就认出这石棺是个禅语，用这种样式一直被古人誉为破茧重生、羽化成仙之意。很多修行之人死后都会选用这样的石棺，不过眼前这个实在看不出是个什么用，想也想不明白。陈小狗就打算爬上去看看。关定锁甩出，准确的套在了那石俑上，试了试也够坚固。可他俩不知道，此时在两人背后的岩壁上，正有一双怪模怪样的眼睛紧盯着他们。要说还是陈小狗这2年没白经历生死，对危险的第六感起到了作用。在那东西袭击的一瞬间，他便感觉到了危险，自己躲开的同时也推开了大缸。那东西一击未成，并未再次攻击，而是窜到了石棺前。小狗能顺利的开棺吗？这东西又是什么呢？